女人想要退婚，男人立马从底裤口袋掏出一张纸，上面不仅记着恋爱2年的开销，而且连喝水的钱都算了进去，甚至精确写着每分币的消费时间。你说女人应该独立 A 制好吗？四舍五入算你800。原来男人名叫傅西周，前世顶替林建业坐了38年的牢，但他的生命定格在了68岁出狱这天。因为林建业和苏云这对狗男女将他推下了楼梯，而当傅西周再次睁开眼时，就是苏云要和他退婚的场景。他心悸一瞬，猛地转过头看向墙上的挂历。1976年9月26日，他居然重生了。哈哈，前世我直到临死才知道，苏云和林建业搞到了一起，而林建业的爹妈当年故意调换我和他的人生，甚至害得我亲生父母也死不瞑目。这是老天都给了我重生的机会来报仇啊！前世的冤屈与背叛如毒火攻心，傅西周的眼瞬间布满血丝。苏云看着傅西周红了眼，以为他是不舍的，心里暗暗得意。我这该死的魅力都这样了，他还不答应退婚。说实话，傅西周长得比林建业好看。傅西周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磨磨唧唧的。再说苏云也没对不起你，要怪就怪你那不争气的亲生爸妈。今天不管怎么样，你必须答应退婚。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。当初林家夫妇为了让林建业享福，在医院偷偷调换了我俩。这20年，傅家人毫不知情，对他掏心掏肺，给尽了好的生活。他享受完好处，转过头就要骂娘，叔可忍，我不可忍。傅西周冲上去，一拳砸在了林建业脸上。赵春花看到亲儿子被打，心疼得直抽抽，恨不得上去撕傅西周。不过他现在还不能跟他撕破脸，只能责备道：西周啊，建业是你兄弟啊，你咋能动手啊？林建业，这20年我爸妈不缺你吃穿，供你上学，给你钱让你挥霍，你怎么有脸说这种话的？林建业往地上吐了口血水，就要冲上去跟傅西周干起来。赵春花见状立刻拦着，同时低声提醒林建业：现在不是闹僵的时候，先把他的工作骗过来再说。林建业清醒了一点。傅西周，你给老子等着！傅西周满脸不屑，又看向苏云：800块，1分都没得商量。西周，我没钱。再说，那不是你心甘情愿给我花的吗？怎么还能往回要呢？呵呵，我每个月1半的工资都给你，你却转头就带林建业潇洒快活去了。我付出的时候是没想过要回来，可你上辈子不但欺辱我，在我下乡后也不放过我，最后还连累了我的至亲，而我付出一切，结果就是被你跟林建业推下楼惨死。西周啊，那钱花都花了，就别计较那么多，听妈的，就别要了。我之前跟你处对象，是把你当媳妇看的。当初你第一次问我要钱的时候，也说了这算是我给你的彩礼。现在你提出退金，不该归还我花出去的彩礼吗？苏云脸色惨白，这话他确实说过，但那都是哄着他给钱的，这钱他不想还，也没钱还。西周，能不能别这样？苏云嘴唇哆嗦着，直接被吓哭了，一脸求助的看向林家人。建业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定娃娃亲的是咱俩，这些钱就当做是你给我的彩礼。可是这800块不是个小数目。赵春花别过头去，假装啥也没听见。苏云见状哭得更大声了，她抹着眼泪看向傅西周，祈求他心软。得，我去找公安。等等，赵婶子，就当是我借的，这样总可以吧？有借条不？妈，差不多得了，以后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借条不借条的。苏云的品行好，他肯定会还的。最后，傅西周数着手里的大团结，等着赵春花开口。记得上辈子我同意退薪后，赵春花当场就赶紧提出了让我转让工作的事。西周啊，妈跟你商量个事儿呗，你的情况传到厂子里迟早都工作，要不你转给建业的了，这样还能保住工作。可以啊，给我1200转让费。这傅西周不是最听我话了吗？怎么这会儿逆反起来了？傅西周无视林建业的跳脚大骂：反正你们想要工作，就给我1200块钱。说完便回了房间。傅西周知道他们一定会把钱偷回去，正想办法藏钱呢，突然脑子里忽然响起机械声音：已发现契合度100%的宿主，请问是否绑定？傅西周一愣，但心里却毫不犹豫：绑定。叮，恭喜宿主绑定换物系统。傅西周眼前随即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微信的聊天面板，里面只有一个群聊。换物系统只支持跟群里的人以物换物，宿主使用意念便可将想交换的物品照片上传到群里。卧槽，那我有储物空间吗？宿主初始空间是10立方米，只要意念异动即可储物。傅西周看着手中的大团结，意念一动便存进了空间。他目光又锁定在桌上的双喜搪瓷缸子，又是意念一动，搪瓷缸子的图片便发在了群聊里，同时也被收进了空间。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，这重生者的金手指厉害啊！赵春花一家子贼眉鼠眼商量好后，就开始哐哐砸门。城里男人不仅抢着报名下乡，还专挑了没人敢去的东北部，甚至贴心的帮仇家儿子也报了名。知青办主任像饿狼见到猎物般满眼放光。好，果然是祖国的大好青年啊！我劝完这个，劝那个，都完不成上年派下来的任务。没想到这小伙子直接就给我完成了指标。主任看着报名表上的签名，乐呵呵的。
真有意思，一个东北，一个西北。傅家人就是被下放到了黑省的向阳屯，我一定会找到他们团聚的。林建业啊，林建业，就算公安来了，都看不出你的签名是被模仿的。这是给你的第一个惊喜，你就等着到大西北哭去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咱们国家的农村建设就是需要你们这种好同志。这是200块补贴，你跟这位林同志一人100，你们收拾收拾，过2天来领车票，2天后下乡。傅西周接过2张大团结，愣在那里。好你个赵春花，不愧和林建业那个贱人是亲母子。上辈子你给我办完下乡，还说补贴被知青办的人给贪了，老天爷给了我重生的机会。这辈子你们林家等着瞧吧。吴主任，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啥事？你说。我可以3天后出发，但那位林同志家里有点事，下乡的时间能不能推迟到1个星期后？就这小事，那指定行啊。傅西周打算等自己离开后，再给林家来个大雷，这样他们也烦不着自己。报完名后，傅西周转身向供销社走去，系统的声音忽然响起：宿主，有人意向交换陶瓷钢子。傅西周停下脚步，用意念打开群聊。现在才70年代，国内的泡面技术刚起步，还没普及，但好歹也是粮食，而且从那个图片上看是康师娘的，在后世也是一个不错的牌子，同意交换。随即，他的储存空间的搪瓷缸子消失了，多了3包泡面。恭喜宿主交换成功，获得9点能量。能量是什么？系统会按照换取物品的相应价值获取能量，能量可用作升级系统。随着系统等级提升，自带的储物空间也会提升，同时等级提升可开放更多功能。我去，这么带劲！等晚上看看林家有什么能偷走的。我记得他家有古董来着。傅西周到供销社买了一罐麦乳精后，按照记忆直奔厂长家。开门的是厂长的妻子张艳红。你找谁？婶子你好，我是机械厂的傅西周。是机械厂的，你是来找老魏的吧？他出差了。不，婶子，我是来找你的。听说你最近到处打听谁家要卖工作。前世我记得厂长的小儿子刚高中毕业，因为政策变动的原因，没法分配工作。这个年代没工作就要下乡，厂长一家都舍不得让这个小儿子下乡。张艳红眼睛一亮，邀请傅西周进来，又是倒茶又是端瓜子的，然后才问道：你卖工作？是的，但是需要婶子帮忙。傅西周将林家人举报他亲生父母，还算计他工作打算逼他下乡的事情都跟张艳红讲了。嘿，狼心狗肺的一家，你不给他们是对的。你的工作打算卖多少钱？婶子买了。婶子，你开价就好，我只想顺利下乡，就是到时候可能需要魏厂长配合我稳住林家人，让他们以为我把工作转让给林建业了，等我下乡摆脱这一家子就好了。这个没问题，那就按照市场价来吧。你2年的工资，但是这会儿婶子手里的现金不够，你看能不能这样？钱给你800，剩下的就用粮票副食品票来顶替。好，听婶子的。太好了，我本来还发愁重生到这个年代，买东西除了用钱还要用票呢。俩人约定好2天后到厂里办理转让工作手续后，傅西周便回到林家。一进门就跟下班回来的林芝芝撞了个正着。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听妈说你从家里拿了2000块钱。差点忘了林芝芝，这可是赵春花的小女儿，是跟在我身后长大的。我最疼的就是她，可她竟撺掇我的亲小妹付小欣嫁给了一个家暴男，不到半年，付小欣就被打死了。死的时候，她的肚子里还怀着孩子，而我替林建业坐牢后，林芝芝一次都没来看过我。我写信求她往监狱送点东西，也没半点回音，真是白眼狼。想到这些，傅西周的脸冷了下来，抽出自己的胳膊后退2步。林芝芝被他疏远的态度弄得一愣，但一想到那2000块钱，他又凑了上去。哥，我知道你跟苏云姐退婚了，心里难受，但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吗？那钱放着也是放着，借我点花花呗。不借。林芝芝脸上的笑容僵住，直接愣在了原地。这傅西周怎么了？他对我从来都有求必应啊，怎么被苏云退婚后跟变了个人似的？西周回来了，工作的事咋样了？厂长出差了，但我把下乡办好了，等厂长回来，我工作一转，就直接下乡去了。也行，孩子他爸，你跟西周去街道办把户口迁了吧，带回来正好吃饭。等迁完户口，今晚就该搜刮林家了。我记得林家藏着不少值钱古董，嘿嘿，今晚储物空间该进货了。傅西周不知道的是，当他和林大军出门后，赵春花悄悄从围裙口袋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纸包。哼哼，西周啊，你可怪不得婶子，要怪就怪你是傅家的。男人请养母一家4口喝茅台，可一家子不仅浑身冒冷汗，还争先恐后往外跑，甚至把门框都挤飞了。男人看着一家子冲向茅厕的狼狈身影，慢悠悠地放下碗筷。切，还想喝茅台呢？里面换了散酒都喝不出来。不过你们林家怪能喝的，2斤散酒跟1斤泻药都下肚了。原来男人名叫傅西周，被前女友和养母家亲儿子林建业害死后，重生到了1976年。这一次，他要将前世林家带给自己的屈辱加倍还回去。他从斗柜拿出过年玩剩下的4根双响炮，跟在后面出了门。而此时的傅西周已经赶到了好友张慧明家。张慧明刚吃过饭准备睡觉，见傅西周来还挺意外的。你咋过来了？发生了点事，没地方去，想叨扰一下，
借住1晚。说这话就生疏了哦，我家就是你家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怎么了？你那养父母又骂你了？差不多吧。我早就说你那养父母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早该跟他们分开了。傅西周喝了口水，看着这个上辈子唯一真心对自己的朋友，又想到上辈子一个寡妇害得张慧明最终被枪。傅西周实在不忍心看着他重走上辈子的路，便开口道：慧民，我跟你说个事，你别不信。你说。过2天可能会有个李寡妇接近你，你离他远点。李寡妇？谁呀？我都没听过这号人。西周，你是不是听说了什么？你只要记住，我不会害你。那个女人肚子里已经揣了王，她看中你家的钱，想让你给她肚里砸种接盘，她打算跟她那个姘头给你整一把仙人跳。你要上当了，就只能娶她，后面她会害死了你全家。不至于吧？我又不傻。你是不傻，但架不住人家有心算计。总之，你信我一次，离所有主动凑上来的女人都远点。张慧明看他不像开玩笑，也认真起来。行，我记住了，谢了，兄弟。傅西周第2天早上才回到林家，林家4口人倒是整理好了，但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。你个畜生还敢回来？昨晚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他身上的臭味随着他的动作散发出来。傅西周默默后退一步。傅西周，你他妈找死是不是？老子今天非弄死你不可。昨晚慧明找我有急事，我就出去了。发生啥事了？你们咋这么臭？放狗屁！我们上厕所的时候你还在家，咋可能？我们一出事，张慧民就找你走了。林大军一拍桌子，正要抽皮带发飙。得了，昨晚的事跟我没关系，我不背锅。今天魏厂长回来了，你们不是想要我的工作吗？还办不办了？当然办，建议你跟着去一趟，立刻将工作给要过来。到了机械厂，2人径直往厂长办公室走去。想到儿子即将得到傅西周的工作，不用下乡，魏厂长对傅西周很客气，只是闻到林建业身上那股味时，眉头皱了下。魏厂长，我要将工作转给林建业，手续就麻烦您了。魏厂长公式化的点点头。没一会儿，他填好一份表格。你们在这里签个字就行。林建业没想到手续这么快就办好了，得意洋洋上前，大笔一挥，签上自己的名字。傅西周也签好后，魏厂长拿起表格对林建业说：手续办好了，不过还要走个流程，你后天再来上班吧。行，爸妈今晚准备好吃的，你记得回来吃饭。林建业也不等傅西周回答，说完就美滋滋的走了。他现在着急整点戏要来报复呢。他一走，魏厂长这才露出真正的笑容。西周啊，工作的事情真感谢你了。魏厂长，这没什么的，咱们快点办理手续吧。魏厂长点头，又拿了一份表格，让傅西周签名后盖章归档。接着又从抽屉拿出一个信封递给傅西周，这是我家那位之前跟你谈好的800块钱跟票据，你点点看。不用，我相信您跟张婶子。那后面要是林家人过来讨说法，就麻烦您帮忙处理了。放心，都是小事。事情办完后，傅西周了解到储物空间有保鲜功能，便直奔百货商店大采购。当他手里提着米面油、麦乳精、糖、大前门和茅台准备结账时，旁边一道酸溜溜的声音传了过来：哟，一个大男人买这么多糖果点心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饿死鬼投胎呢。男人趁着养母一家睡着，不仅偷走了家里的28大杠，还把墙上挂的大蒜也顺走了，甚至连养父的裤衩子都不放过。接着他找到院子里藏着的地窖入口，提着煤油灯刚进去，就看到了堆积如山的粮食。男人只意念一动，粮食便消失了，地窖瞬间空旷了不少。他继续往里走，看到了那套在后世价值连城的黄花梨木家具。男人又是意念一动，一整套家具也消失了。林家祖上还是地主，肯定还藏着别的好东西。一番摸索后，男人找到一块软趴趴的土墙，将泥巴抠走后，露出了2个木箱子。打开箱子后，他差点被里面的金光闪瞎了眼。我去，发财了！1箱子金条，1箱子瓷器跟袁大头。林大军这个老东西，居然藏了这么多值钱宝贝。原来男人名叫傅西周，在替养母家的亲儿子林建业坐了38年的牢后，出狱那天就被林建业害死了。在睁眼，他竟然重生到了1976年。如今，他不仅拥有了系统这个金手指，还附带了储物空间，甚至可以在换物群里换粮食和物资。这一世，他要把林家害死自己亲生父母，害死自己的仇恨一并奉还。哼，林家，这是我下乡前送你们的礼物。仇家，真想看看你们明早醒来发现家里空空如也的表情啊！可惜我要赶火车下乡去喽。将林家一切物件都收进空间后，傅西周依旧翻墙出去。好友张慧明正在墙外焦急地等着，看见他出来，赶紧低声问道：怎么样，顺利吗？傅西周指了指背上装着行李的编织袋：顺利。走吧。傅西周跨上自行车的后座，2人往火车站赶去。凌晨的火车站依旧人来人往，大多是像傅西周一样准备下乡的知青，还有些出远门的工人。傅西周从自行车上跳下来，从口袋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张慧明：这个你帮我收着。这是什么？举报苏云的信。苏云不是在百货商店上班呢？等林建业跟苏云结了婚，你再把这封信寄到百货商店的领导办公室。你小子够狠的，非要等他们结婚了才寄，这是要让他们夫妻同心，丢工作又丢脸啊！他们应得的。
行，这事包在我身上，保证给你办得妥妥的。我走了，保重。傅西周随着人流挤上火车，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硬座位置，放好编织袋，就闭上眼睛休息。赵梅第一次坐火车就走错了车厢，只能人挤人的往前找自己的车厢。视线不经意一瞥，她好像看见了一个眼熟的人，像那个傅西周。不可能吧？这趟火车是去黑省的，傅西周怎么可能在这？她继续骂骂咧咧的往前挤，找到自己的车厢坐下。赵春花坐在床上看着空荡荡的柜子，又趴在地上往床底摸。我的钱，我的铁皮盒子，藏钱的铁盒不见了，他跟林大军的衣服也不见了。林大军看见被扫荡一空的客厅也傻了眼，最值钱的收音机不见了，煤油灯不见了，连手指都没了。赵春花冲进厨房，又是眼前一黑，煮饭用的大铁锅不见了踪影，碗筷被扫荡一空，米缸里只剩下点糠，墙上挂着的大蒜和干辣椒，柜子里的鸡蛋全都没了。整个家就像被蝗虫过境，凡是能用的、能吃的东西一个不剩。妈，我柜子里的衣服全没了，那条新买的羊绒围巾也没了。妈，我的钱和票也没了。我的28大杠，天杀的！哪个天杀的干的？这是要我们全家的命啊！赵春花，这是咋了？贼把我家所有的东西都扫空了。肯定是傅西周，除了他没别人。这个畜生，我们养了他20年，他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。没错，肯定就是他。大家伙儿给评评理呀！我们家养了20年的白眼狼，昨天晚上把我们家搬空了，钱、票、粮食，连个灯泡都没给我们留下。西周人这么好，怎么可能是他干的？就是，平常谁家有难，西周都会帮一把的。这么好的小伙子，你们可不要乱冤枉。就是他干的，他怨我们跟他断亲，又是坑我们的钱，又是给我们下泻药。他昨天就没回来，肯定是算计好的。我要去报公安，把他抓起来枪毙。谁报的警？什么情况？赵春花一看警察来了，立马扑了上去，把事情说了一遍，一口咬定就是傅西周干的。你们说傅西周干的，有证据吗？他昨天一晚上没回来，不是他还能是谁？我们会去调查的，有消息了通知你们。等公安离开后，其他邻居也逐渐散去。林大军忽然想到地窖里的东西，脸一白，赶紧冲了下去。看着空空荡荡的地窖，他赶忙挖开泥墙，什么都没有。他脸像死了一样灰白。孩儿他爹，东西还在吗？没了，都没了。赵春花瞪大眼睛，一口气没上来，直接晕死了过去。牛车上明明空着9个座位，可9人不仅愿意靠脚走50公里，而且男知青一路上不是喂牛吃草，就是给牛扇风按摩全套服务，甚至女知青还对牛吹口琴，唱小曲给老黄牛助兴，谁都不敢抱怨半句，生怕被贴上破坏上山下乡政策的标签。走了一上午，补路还是望不到头。大队长王大根赶着牛，心头焦躁。平常我们走4、5个小时就能到，这一群知青才走了1半多，真是拖后腿。大队长，你让我们休息会儿吧。是啊，我们早饭都没吃，快累死了。王大根见众人都是灰头土脸，摆了摆手，休息半小时。知青们席地而坐，傅西周却走到牛车旁，打开自己的编织袋，假装拿东西，实际上是在系统空间拿在百货商店买的饼干。王大根皱眉看着傅西周手上的饼干，他手上的饼干一看就不便宜，家庭条件肯定不差，家庭环境好的男知青，劳动力就跟女知青差不多。王大根正无语时，傅西周递过来一小包饼干，大队长，给你。王大根一愣，赶忙摆手，这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大队长，你就拿着吧，咱们以后也是一个村子的人了，不用跟我客气。王大根想到小女儿喜欢吃这些小零嘴，脸上挂着不好意思的笑容。那我收下了，谢谢。大队长别客气。傅西周说完就坐在路边吃了起来。赵梅看着傅西周手里的饼干，越发觉得手上的窝窝头难吃。他走过去，对着傅西周颐指气使的开口：喂，傅西周，给我点饼干。听着那命令的语气，傅西周眼睛都没抬一下。不给。这赵梅不愧是赵春花的侄女，一家子都是一路货色。赵梅没料到他会拒绝，只当他还是从前的软柿子。你手里那么多，给我几片怎么了？我跟你要，是看得起你个土包子，快点给我。这话一出，周围的男知青都投来异样的目光。凭什么？你是给我钱了？不就是个破饼干吗？你干嘛这么小气？想知道原因吗？因为你瞅到我眼了。赵梅气得说不出话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扎着麻花辫、脸上长着麻子的女知青站了出来。你身为男同志，怎么能对女同志说这种话？哟，李艳，这女的更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上辈子因为她，向阳屯之经典就没安生过。你真是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。我们都是响应国家号召来建设农村的知青，到了向阳屯就是一家人。你这么斤斤计较，以后怎么融入大集体？李艳说的冠冕堂皇，好像傅西周犯了多大的错，视线却看向他手里的饼干。不过我也知道你是无心的，这样吧，你把手里的饼干分给大家尝尝，跟赵梅同志道个歉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这话一出，不仅傅西周，连其他男知青都愣住了。这俩女的咋对别人的东西有那么大占有欲呢？都是一家人，你口袋的钱也分出来给大家花花。
凭什么？那是我的钱。那你喊鸡毛啊！想吃就自己买，真是长得丑，想得美。别跟我扯一家人，我爹妈不会生出像你们这种脖子上扛着夜壶的货色，长得磕碜就算了，起码通点人性吧。李艳被他的话气得浑身哆嗦。你也别跟我提绅士风度，现在讲究男女平等，妇女能顶半边天，女同志不比男同志差，别总想着搞特殊待遇。傅西周的话狠狠踩了赵梅跟李艳，也让旁边2个沉默的女知青暗自点头。大队长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傅西周欺负女同志。王大根正靠着牛车抽旱烟，被这2个女知青吵得头疼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多大点事，那是人家自己的东西，给你们是情分，不给是本分。你们2个女同志，别一来就想着搞特殊，惹是生非，都给我安分点。王大根的话很不客气，赵梅跟李艳待在原地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大队长说的对，我们都应该向大队长学习，这思想觉悟就是高。我们下乡来就是改造思想，向贫下中农学习的，可不能把城里那些坏习气带到农村来。王大根瞥了他一眼，脸上的表情松动了些，虽然没说话，但显然对傅西周这番话很受用。都起来赶路，天黑前到不了村里，都等着喂狼吧。直到下午4点多，一行人才终于走到向阳屯。这时，一个戴着眼镜的青年从大队部走出来。这是你们的知青队长陈文宇，往后有啥事就找他。知青点东边还空着2间房，你们2人1间，自己分配。王大根说着看向男知青这边，眉头紧锁。向阳屯男知青多，所以这次来6个知青住不下。男知青点在西边，房间不够，可能需要你们打地铺。话音刚落，男知青们瞬间炸了锅。打地铺那得多冷？大队长，这入秋还好说，冬天可遭不住啊。王大根也犯难，之前他就跟公社反映过住宿问题，让他们不要再安排知青过来，可公社根本不听，也不拨款修宿舍。大家冷静一点，让我想想办法，肯定不会让你们打地铺的。看着愁得抓头发的王大根，傅西周想起上辈子也是有这个问题。我既然重生回来了，就要照顾好父母家人，不论遇到什么危险困难。知青点人多眼杂，我要住里头就不方便行动，而且无论是老知青还是新来的这批知青，没几个是省油的灯，我才懒得跟他们搅和在一起。想到这里，傅西周站了出来。大队长，你有啥事？我有一个办法能解决眼下的问题，我想跟村民租个房子住，这样就能空出一个位置给其他人。确实是个好办法，那你打算给多少房租？5元1个月，我只是借住房子，不会跟村民一起吃，不会占他们的口粮。行，我给你安排。村长，对于住房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那个村民家不要有太多人，最好不要有女同志，这样能避免不少麻烦。他提出这个条件就是冲着村委王老头去的。王老头一生未娶，早些年收养的女儿在他中年的时候也过世了，现在就是一个孤寡老头，年纪大又有点聋。上辈子陈文宇就是住在王老头家，刚好方便了他跟村里的几个小媳妇不清不楚的，一直到1年后才被人发现抓奸在床。倒是有户人家能满足你的要求，村委有个王老头，孤家寡人一个，就他自个儿住，屋子还空着1间，就是那屋子有点破，人也怪。你确定要去？能遮风挡雨就行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行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你小子倒是给我解决了一个麻烦，一次性交满3个月的房租可以吗？没问题的。傅西周抽出15块钱给了王大根，赵梅看着他递过去15块钱，眼里全是贪婪跟不忿。这肯定是从他姑姑那坑的钱，是他的钱吗？就这么花，居然还这么大方，1个月给5块钱，要是让姑姑知道，他肯定要肉痛死。资本家作态，你们别动不动就给傅知青扣帽子。他掏这钱，不但解决了知青点住宿点问题，更重要的是也帮了村里的困难户。赵梅被王大根盯着，不敢说话了。陈文宇的脸色有点不好看。原本我已经盘算好提出搬到王老头家，那边没什么村民，又有独立房间，王老头还聋，很适合我跟村里的小媳妇悄咪咪约会。没想却被傅西周截胡了，而且对方还提出给钱租。现在除非我愿意给高出1个月5元的租金，不然大队长肯定不同意我搬过去。这样一来，我还得住在知青点。想到以后跟村里小媳妇们搞破鞋还得钻小树林，陈文宇看向傅西周的眼神没了和善。陈知青，你带剩下的同志回知青点，安排他们住下。好的，大队长。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。男知青们虽然羡慕傅西周能一个人住，但一想到是花钱租的，也就没人说啥了。兄弟，你行啊，这都能想到。那你一个人住，有啥事吱声啊？杨卫东没再说什么，跟着陈文宇往知青点去。走吧，我带你过去。傅西周提着编织袋跟上。麻烦大队长了。麻烦啥？你肯花钱租房，也算是给村里解决了一个麻烦。王老头有了你给的钱，加上公社跟村里的帮助，日子也能过得好点了。向阳屯的村部是在村头，跟村委有一段距离。咱们向阳屯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拢共100多户人家，
大多都姓王。你住的王老头家在村子在村尾，离知青点远，也离其他人家远。清静是真清静。王老头那人脾气有点怪，不爱说话，你没事也别去招惹他，各住各的就行。走了大概10多分钟，王大根指着前面一个土坯房道：“到了，就那儿。”王大根走到院子前，扯着嗓子喊了一声：“王大爷，开门，我给你送个人来。”门吱呀一声拉开，一个干瘦佝偻的身影探出半个头。大根呐，大半夜的，你喊魂呐？给你找个伴儿来了，城里来的知青，想在你这儿租间屋子住。租屋子？我这破地方有啥好住的？人家就图个清静。王大根说着，将傅西周刚才给他的15块钱递过去。1个月给你5块钱租金，也不吃你的粮食，空了还能给你10点柴火，你同意不？你要同意，这是傅知青给你的3个月的租金，以后每3个月一付。听到有钱，王老头的眼睛亮了一下，拿过王大根手中的钱。大队长，丑话说在前，我的房子就这样，他要是嫌破不住了，这钱我是不退的。行，这我都跟他说好了。傅知青以后就住这儿了，有啥事就去村部找我。明天新知青不用上工，你可以趁着这2天准备一些吃跟住的东西。要去县城的话，早上6点有一趟牛车在村头等着，到时候你可以跟着去。好的。傅西周从编织袋里掏了掏，实际上是从空间拿了一包大前门出来递给王大根。大队长，谢谢你带我过来，你抽烟？王大根一愣，将烟收下。等王大根走远后，傅西周才走进院子，又拿了一包大前门给王老头。你小子挺上道，但别以为一包烟就能装傻充愣的吃我的口粮。王老头毫不客气收下，指了指东边那间更小的屋子。你就住那间，除了那屋，别的地方别乱闯。说完，他也不管傅西周，自顾自地溜达回自己的房间。看来是个警惕的小老头。大白天还关门，怪不得上辈子陈文宇搞了1年的破鞋才被发现。傅西周拎着编织袋走进东边的小屋子，用意念打开换物群。除了群员交换的消息外，群里有好些人艾特他。物资哥，我拿着跟你换的银元去古玩店了，你猜怎么着？一堆古玩店的老板想要高价收买这枚银元，果然是好东西啊！你还有什么要换的不？我愿意高价换啊。老王，你换的已经多了，接下来该我了。物资哥的古董那么好吗？我也要换。哥，看看我，你要啥我都有。傅西周摸摸下巴，想着系统升级的事。我现在要快点升级到3级系统，解锁种植养殖空间。要是空间里面像后世小说写的那样，还有什么灵泉可以灌溉，说不定我还能变成跟群里的人换各种物资，这样收集回来的古董跟银元就可以留下来，到时候传给我的儿子跟孙子，让他们少奋斗几辈子。傅西周发现自己想偏了，用意识查看着空间里头的古董，他发现一个小瓷瓶。傅西周对这个瓷瓶有印象，这个瓷瓶在后世算不上特别贵重的古董，大概值1万元左右。要是交换成功，能量就足够升级了。傅西周用意识将瓷瓶照片放在换物群里。秦墨烯瓷瓶，换6吨煤炭，10双劳保手套，10斤不限品种的新鲜水果，20斤不限品种的新鲜蔬菜，还要特效感冒药、胃药、退烧药1盒。另外再要20张1976及其以后的各种票据，粮票只要全国粮票。他刚发出去。物资哥，你前面那些我都能理解，但后面的是什么？就是粮票、肉票、工业票这些，只要是1976年及其以后的都可以。物资哥，这都21世纪了，怎么还可能有这些？群里的人是21世纪的，那不就是我死的时候吗？其实有从邻家搜刮来的东西，我现在也不是很需要票据这些，但票据适当的时候也可以充当人情世故，而且有时候需要的东西只有70年代有，我还是需要一些备着。物资哥，要不这次先不要换票，等下次交换的时候再说呢，总得给我们一点时间去找啊。这些票我奶奶应该有，物资哥你可以等等不？我去我奶那一趟，大概半个小时就能给你答复。好啊，老邪我恨你，居然跟我抢宝贝。嘿嘿，谁让物资哥的宝贝好呢？系统，等会儿有跟我相关的换物消息就通知我。傅西周闭上眼睛，走了快1天的路，真的累了，他得好好休息。与此同时，机械厂门外，林建业已经站得腰酸腿疼的。他今天一早来机械厂上班，结果被门卫大爷拦下，说无关人员不得进入机械厂。他闹了一番后，见到机械厂人事科的职员。我们没收到你的入职通知，搞不清楚状况，谁给你办的入职，你就去找谁。是魏厂长给我办的手续，你帮我喊他。要真是魏厂长给你办的手续，人事那边怎么可能没有你的记录？走走走，赶紧走，别给我找麻烦。林建业气得在原地直跺脚，只能在厂门口干等着。他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，才见魏厂长骑着自行车进厂。魏厂长，你是？魏厂长，是我啊，林建业。前2天傅西周的工作转让给我了，您忘了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傅西周是转让工作了。对，就是我。您是不是忘记跟人事说了？他们说我不是机械厂职员，不让我进。
同志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傅西周同志把工作转让给另一位同志了，手续都办好了。不可能，当时明明是说好的转给我的，还是你办理的。魏厂长就是想到林建业会闹，特意下午才来工厂，没想到这小子居然等到现在。他眼底闪过不耐烦。要是我帮你办理的，怎么我会一点印象都没有？林建业见他装傻充愣的，指着他的鼻子道：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收了傅西周的钱，给我挖坑。我可给了傅西周1200，他的工作没给我，那你就帮他把这笔钱给我，不然我去告你。你要告就去告，你别在厂门口站着了，再不走，我只能让保卫科的人请你走了。说完，魏厂长就骑着28大杠进场。姓魏的，你个老王八，你跟傅西周沆瀣一气，你还我工作。厂里就冲出来2个穿着保卫科制服的人，他们二话不说，架起林建业就把他扔在了马路边上。再闹就废了你，再将你送进去蹲几天，识相的滚！林建业吐了一口血沫子，怨毒的看着保卫科的人。林建业一身狼狈的回到家，赵春花跟林大军刚好下班到家，见林建业一身狼狈，赵春花脸色慌张。建业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谁打的你？林建业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有人走了过来。这里是林建业家吗？我就是林建业，你们是？知青办的人将一个信封递给他。我是街道知青办的，这是你的下乡通知，还有车票跟介绍信，请按照车票的时间准时出发。什么？下乡？我什么时候报名下乡的？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儿子就没报过名。再说他是有工作的，不可能下乡的。没有误会，这就是林建业通知的申请表。林建业，当初是你说的要去西北响应国家号召的，这会儿你要是反悔的话，这不是给我们的工作增加麻烦吗？是傅西周，一定是他搞的鬼，这不是我报名的，凭什么让我认？我儿子根本没报过名，是傅西周陷害他，你跟傅西周是一伙的。你没证据证明这是别人替你报名的，反正我通知到了，出发时间一到，你要是不去，后果自负。我要报公安，等公安来了，就把你们收了傅西周钱的人给关进去。知青办的人原本以为只是一个上门通知的差事，没想到他们反应这么大。他让旁边围观的人去知青办通知吴主任。你有本事就报公安，我没收过谁的好处也不怕查。倒是你，现在通知下来了，你就得下乡。林建业闻言，真的报了公安。很快，2个公安同志就过来了。他了解了情况，问知青办的人要了报名表，又让林建业签上自己的名字，随即跟报名表上的笔迹进行对比。公安鉴定了一番后，严肃地说：笔迹完全一致，就是你本人签的。林建业同志，既然已经报名了，就不要再闹事了，按时去指定地点报到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冤枉啊！我儿子是被陷害的，他才不要下乡。你们不分青红皂白，你们官官相护啊！就在这时，知青办的吴主任急匆匆地赶了过来。了解过前因后果的他，终于知道傅西周为什么拜托他让人将通知送过来，因为林建业压根没下乡插队的意愿。闹什么闹？像什么样子？这事我们知青办清楚，就是林建业本人来报名的，手续都齐全。林大军脑子一转，立刻说道：我儿子不可能下乡的，他有工作。我跟你们说清楚，下乡是国家政策，报名了就必须去，不管有没有工作都一样。要是敢不去，或者继续闹事，影响的就不只是林建业一个人。你们当父母的都是有工作的吧？这事情要是闹大了，你们觉得工作还能保得住吗？到时候给你们家扣个帽子，你们全家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这话像一盆冷水，成功恐吓住试图大吵大闹的林大军跟赵春花。公安见他们不闹了，教育一番，让林建业要以下乡支援祖国建设为荣。话说完也离开了。爸妈，这事情该怎么办？别担心，妈有办法。老婆子，你有啥办法？我之前听说了，有工作的就不用下乡，街道知青办不管这事情，我们就往上闹，只要建业有工作，他们就不能强迫他下乡。还他爸，明天我们跟厂里请假，去县里知青办一趟。妈，我没工作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没工作。林建业耷拉着脑袋，将今天的事情说了。我今天去厂里，人事科的说压根没收到我的入职安排，一切都是傅西周设计的。傅西周这个天杀的畜生！赵春花气得浑身发抖。当初我们就该将他塞进尿桶里淹死，都怪我，都怪我的心软啊！你当初怎么不看着点？是我不看着点吗？傅西周那狗娘养的收买了姓魏的老王八，他们联合起来坑我骗我，这才着了道了。别哭了，想想该怎么办。林芝芝推开家门，看着家人满脸愁云的，她也没问。自从傅西周将他们家给偷了后，家人都这副模样，2天下来她都习惯了。晚饭做好了吗？我饿死了。赵春花跟父子2人对视一眼，什么都没说，却有了某种默契。
他抹了一把眼泪，站起来道：“我现在去做。”菜很快做好了，一盘炒白菜，一盘咸菜疙瘩，还有一盆稀的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。又是吃这个？他把筷子往桌上重重一拍，发起了脾气。妈，你不是问老借钱了吗？能不能整点肉吃啊？等下个月发工资不就好了？换昨天，赵春花肯定骂林芝芝了，但这会儿她没有。赵春花掏了掏口袋，从里面拿了2块钱跟一张熟食票给林建业。建业，去副食品店买一只烧鸡。林建业拿过钱跟票，起身就走。没过多久，他提着一只油纸包着的烧鸡回来了，满屋子都是香味。赵春花接过烧鸡，打开油纸包，徒手就撕下2条最肥的鸡大腿给林芝芝。吃吧。妈，你这是干嘛？自从林建业回来后，什么好吃的都是林建业的。吃个烧鸡，能给他一个鸡翅膀就不错。别说话，赶紧吃。吃完饭，赵春华让林建业收拾碗筷。这一连串异常，林芝芝终于感觉到不对劲。妈，你咋了？妈，你不会是要卖了我换彩礼钱吧？胡说什么？跟我进屋一趟，妈有话跟你说。林芝芝跟着赵春花进了房间，林大军和林建业坐在外面，竖着耳朵听着屋里的动静。房门一关上，赵春花就将傅西周设计他们家的事情告诉了林芝芝。林芝芝听得目瞪口呆。所以哥现在没工作，还要去西北下乡？对，通知都下来了，公安也来了，赶上钉钉的事，不去不行。那怎么办？西北那种地方，去了还能回得来吗？所以妈才找你。芝芝，现在只有你能救你哥了。我怎么救？你把工作让给你哥，只要他有了工作，我们就能去县里闹，说街道办搞错了，他就不需要下乡了。那我呢？我工作给他了，我干什么？家里总要有一个人去。芝芝，你哥是男孩，是林家的根，他不能有事。你去替你哥下乡。让我去下乡？妈，你疯了吧？凭什么？那是西北，不是什么好地方，我去了这辈子就毁了。怎么就毁了？你去了好好表现，过几年就能回来了。回来？说的轻巧，你就是偏心。他是你们儿子，是老林家的根，我就不是你们林家的女儿了吗？明明是他蠢，家里都给钱了，他连落实工作那点事情都做不好，现在闹了事情，为什么就要我替他背？都是你的孩子，凭什么他能留在城里享福，我就得去鸟不拉屎的地方受罪？我偏心，我给你吃了2个鸡腿，你忘了？白眼狼。那2个鸡腿就是为了堵我的嘴，好让我去送死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，我的工作谁也别想抢走，要去下乡让他自己去，谁让他蠢，被傅西周骗。你这个自私自利的死丫头，哼！我是你吗？我让你去你就得去，养你这么大有什么用？一点都不知道为你哥分担。林芝芝捂着脸，不敢相信。我就是不去，要去你们自己去，反正我不会把工作让出去的。父子2人站在门外听着。林建业见林芝芝居然说他蠢，再也忍不了。林芝芝，我是你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啊？有我在，林家就不会倒。要是我不在，你就算留在城里，也不能落这个好。咪咪，咱们养你这么大，求过你做什么？这些年你哥在傅家捞了那么多好处，也没少着你，得了那么多好处，现在帮帮你哥能咋的？这次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，事情都这么办。林芝芝怨恨地看着偏心的父母，捂着脸哭着跑出林家。另一边，傅西周一觉睡到了天黑，他是被系统的魔性提示音吵醒的。来财，来财，我们是……我醒了，别念了。傅西周打开了换物群，物资哥，票我找来了，你看看都是这些票，可以换不？傅西周点开卖蟹的鞋老板发在群里的照片，里头的票据有全国通用的工业票，有卖乳金票，还有2张蝴蝶牌手表的票，1张自行车的票，还有几张烟票、酒票和布票。傅西周回复：可以，太好了，那煤我明天才能弄到，咱们明天中午12点交换，你看行吗？可以。群里其他人看到这对话，都羡慕的不行。鞋老板可以啊，这么多好票都能弄到。我今天找了一下，都是地方票，压根就没有全国票。那是，我乃当初是搞科研的，出差啥的比较多，单位发的票那大部分都是全国票。你乃搞科研的，你现在卖蟹？别提了，不爱读书就这样。对了，有人想换大闸蟹吗？自家塘里养的大闸蟹，吃鱼虾长大的，保证好吃。物资哥，以后跟你交换古董，你都要票吗？没有全国票，地方票行不？反正你都是用来收藏。傅西周回复：是黑省的地方票也可以，以后大概率换东西的时候都需要换票。哎妈，我正好就是黑省的，那我去收收。傅西周关掉群聊，想到今天只吃了饼干，傅西周下了床，从空间里拿出鸡蛋跟油，打算跟王老头借点柴火去炒几个鸡蛋吃。傅西周走到王老头的房门前，抬手敲了敲，门开了。王老头不悦盯着他：大晚上的不睡觉干什么？老爷子，我想借点柴火炒鸡蛋吃，等过2日我再还你点煤。不用还，炒好的鸡蛋分我1半。行。王老头指了指院子角落，
那有葱要用自己拔，柴就在厨房，你炒好了喊我。得嘞。傅西周点点头，走进厨房，先去灶房把火升上，然后才去墙角拔了几根小葱。很快，傅西端着炒鸡蛋从厨房里出来，王老头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，还挺香。等傅西周将碗放下，王老头不客气地将一半的鸡蛋拨到自己的碗里，然后又给自己倒了点酒，开始吃起来。老爷子，你喝的啥酒？就8毛钱1斤的散酒，你喝不？我给你点儿。傅西周摇头，你这手艺还行，油足，还加了点酱油吧？你舌头真厉害。老爷子，你跟我说说咱们向阳屯的情况呗。王老头吃得高兴，便跟他介绍起向阳屯来。谁敢跟他们多说一句话，我就听了一些消息。那3户人家，1户是姓傅的，人挺多的，还有1户是3个老头搭伙过日子，但具体是什么原因我就不清楚。剩下一家也是一家人，好像是一家3口吧，很孤僻，更不知道他们的身份。傅西周听完，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上辈子的记忆，可那3个老头，还有那一家3口，他上辈子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傅西周出了院子，凭着记忆朝着村子西头的方向走去。傅西周没再往前，远远看着。上辈子我的亲生父母、大哥大嫂、小弟还有小侄女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一点点被搓磨，死的死，失踪的失踪，就算活着回城，也没了以往的精气神。而我是那个导致一家人悲惨结局的罪魁祸首。我利用他们的愧疚，心安理得的从他们身上吸血，去填补林家。第二天早上5点30分，傅西周下床，打了个井水，刷牙洗脸，然后就往村东头去。昨晚去踩点时候想到还要准备一些东西，都是小物品，没必要换，他打算去县里买。傅西周上了去县城的牛车，跟村里的几位婶子点点头，然后坐到杨卫东旁边。西周，你也去县里啊？是，去买点东西。王铁旺眼看着时间差不多，正准备赶车走，又见2名女知青往这边走。是不是去县里的？是就跑快点。孙小雨闻言加快了脚步，赵梅跑得气喘吁吁的。孙小雨，你跑那么快干嘛？他都看见我们了，还怕他们会跑走吗？赵梅，你快点吧。2人紧赶慢赶的，终于跑到牛车旁。来回一趟5分钱。你咋还要收钱？这牛也是村里的财产，你居然敢用村里的财产敛财！要做就给钱，不做滚。凭什么要我给钱？我要去告你！你是不是看我们是知青特意欺负我们的？我可告诉你，我们是来支援你们村的，可别不识好歹。孙小雨见王铁旺的脸色很难看，扯了扯赵梅的衣袖。赵梅，别说了，除非你保证以后都不收我们钱，不然这事情没完。同志，村里的牛车都是这个价格，我们也要给。这钱也不是给铁旺的，是给村部的，到时候这笔钱是用来村里农具维修更新的。啥？那也太贵了，城里坐公交才多少钱？这破牛车比公交车还金贵。我说赵梅，嫌贵就别坐，推长在你身上，你自个儿走去县里呗，还省5分钱。赵梅被噎了一下，冷哼一声，拉着孙小雨就要走。小雨，咱们不做了，太贵了，走回去。赵梅姐，我想去县里买点东西。买什么买？你哪来的钱？咱们现在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，不是来享福的。你能不能有点集体荣誉感？别老想着花钱。孙小雨被他说的头都抬不起来，眼圈红了。赵梅姐，你别说了。人家要去县里买东西，你管得着吗？耶，这就护着了。孙小雨，你行啦，这才来2天就勾搭上男人了。我没有，没有，他会帮你说话，装什么清纯啊？谁不知道谁呀？嘴巴放干净点，一个女的说话怎么跟喷粪一样？我说赵梅，你怎么回事？平白无故污蔑人家女同志的清白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我污蔑她，你们都帮着她说话，不是有一腿是什么？你们几个的男女关系挺乱的啊！你个小丫头片子，心思咋这么恶毒？张口闭口就是勾搭男人，给人扣屎盆子，你才多大啊就懂这么多？是不是自个儿经历多了，看谁都跟你一样？赵梅的脸一阵红一阵白。你胡说八道！我胡说，我们屯里的人都看着呢。人家小姑娘要去县里，你拦着不让，人家男同志看不下去说句话，你就说人勾搭。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就是个搅事精，看不得别人好，自己不想花钱，也见不得别人花钱，自己过得不好，就想把所有人都拉下水，跟你一样过得不好。你娘生你的时候夹太狠了，把你脑袋给夹出屎了。其他几个村里的大娘看着赵梅指指点点的，赵梅脸上挂不住，狠狠瞪了孙小雨和傅西周一眼。你们给我等着！说完哭着跑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他又转头对孙小雨说：你以后离这种人远点，他不是啥好东西，跟他走近了，早晚要被他害了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大娘。谢谢你们。没事，上来吧，快到点了。孙小雨这才掏出5分钱给了王铁旺，爬上了牛车，缩在角落里，低着头不再说话。
牛车慢悠悠地晃到了县城。下了车，杨卫东提议：“咱们中午在国营饭店碰头，一起吃个饭。”王振彪点头，傅西周也应了声。三人约好时间地点，就分开了。傅西周先去了国营副食品店，将钱跟票递给售货员。同志，买3只烧鸡。售货员麻利的用油纸包了3只烧鸡递给他。傅西周接过，又去点心柜台。他指着桃酥、鸡蛋糕还有桂花糕，这些都给我盛2斤。买完东西，他找了个没人的巷子，将东西全收进了空间。他又去了百货商店。同志，买1盏煤油灯，再来2斤煤油，30根蜡烛。买好东西，傅西周提着装蜡烛和煤油灯的网兜往国营饭店走。到了饭店门口，杨卫东跟王振彪已经在了。西周，你还专门跑去百货商店买蜡烛跟煤油灯啊？下次别跑那么远了，咱们公社的供销社就有卖的。主要是想逛逛这边的县城。三人进了饭店，虽然是一起吃，但都是个人点个人的菜。王振彪跟杨卫东各自点了3个包子。傅西周对着服务员道：“同志，10个白面馒头，20个肉包子。”同志，你确定要10个馒头，20个肉包子？对，这年头谁不是省着吃的？这么买东西的实在少见。杨卫东多看了傅西周2眼。我没住在知青店，也不喜欢做饭，这个天气也能防得住，我就多买点。三人各自吃了3个肉包子，便往之前下车的地方赶。王铁旺见人都齐了，就赶着牛车往回走。傅西周知道自己提着的肉包箱，不想被村里大娘们搭讪，靠着车板假装休息。刚过12点，系统的声音响起：“宿主，卖蟹的鞋老板东西准备好了，请问现在是否交换？”交换。恭喜宿主交换成功，获得1万点能量。当前能量16000点，升级系统需要1万点能量，请问宿主是否升级？升级。恭喜宿主升级成功，奖励初级营养液2只，当前等级3级，已为宿主开启种植养殖空间，当前种植空间100亩，水塘50亩。一连串的提示音让傅西周精神一振，他点开换物群。物资哥，我顺便给你寄了20只大闸蟹，到时候要是觉得好吃，记得拿你的宝贝跟我换，我随时都在。好的，谢谢。他关闭群聊，用意识进了空间。原本10平米的小空间变成了100平，还有6吨煤堆在角落，水果跟蔬菜，还有劳保手套跟药物都放在空间中央，同时还有20只被绑着脚的大闸蟹。他的注意力很快被空间里多出来的一个光门吸引，他试着将意识探向其中一个。下一秒，他眼前出现了100亩的黑土地，黑土地旁边是50亩的水塘，在两者之间有一个泉眼正鼓鼓的往外冒水。系统，这是灵泉吗？是的，宿主，灵泉水无法直接对人类使用，但可用于动植物，灌溉土地或引入池塘，可加快生长周期，改善品质。居然不能给人使用，那要增加我跟家人的体质，只能靠商城里的营养剂了。傅西周很快接受现实，将11只大闸蟹放进池塘里。傅西周收回意识，牛车也刚好停在村口。傅西周提着东西往王老头家走，刚到院子门口，就跟扛着锄头回来的王老头碰上了。小子，买的啥好吃的？国营饭店的肉包子，老爷子来几个？我没钱。就这几个包子能值多少钱？不用钱，我去厨房热一热，等会儿就能吃。不一会，傅西周端着肉包子跟大闸蟹出来，王老头已经到好久等着他。那是啥？王老头眼尖的一眼就看见了大闸蟹。傅西周将一只给了他，说：“这是大闸蟹，南方那边过来的，你尝尝。”这玩意我知道，苏省那边的嘛。老头子，我年轻的时候吃过，好久没吃了。王老头不客气的拿起一个开吃。傅西周也没将王老头的话放心上，一人1只大闸蟹跟3个包子，很快就解决了一顿。吃完天也黑了，傅西周回屋，他打开了种植养殖空间，拿出一个苹果1个梨，将果核种在黑土地上。种好后，傅西周意念操控池塘里的水，浇灌在种下果核的土地上。傅西周退出空间，走出房间，傅西周的手里已经灌满了东西。走了大概10分钟，现在有了重新赎罪弥补的机会，他却近亲情切，有些不敢靠近了。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，借着微弱的烛光查看四周，一眼就看见了不远处提着大包小包的人影。他警惕兴起，默默握住了蜡烛往前走，直到两人之间的距离只剩下1臂长。借着烛光，傅文斌看清了傅西周的脸，他整个人都定住了。西周。傅西周身体僵硬，看着傅文斌鬓间的花白，喉咙像是被堵住了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傅西周声音微微震颤：“爸。”傅文斌身体一颤，深呼吸压下心底翻涌的情绪。他飞速看了一眼周围，确定没人，才低声说：“你快进来。”说着，他上前一步，听见动静，便问：“老傅，怎么这么快回？”还没说完的话，在他看清傅文斌拉着的人的模样后，戛然而止。苏雅琴猛地站起来，手捂住嘴，眼睛死死地看着傅西周。西周，这是西周吗？爸妈。苏雅琴再也控制不住，冲过来紧紧抱住他。我的儿啊，妈终于见到你了。傅家其他人在听见苏雅琴喊西周的时候，都已走了出来。苏雅琴抹了一把眼泪，给傅西周介绍他们。
西周，这是你大哥傅建廷，这是你的大嫂乔夏雪，这个是你的小侄女傅软软，今年4岁。大哥大嫂好。他的目光又落在抱着大嫂大腿的小姑娘身上，她很瘦，小脸蛋尖尖的，眼珠子大大的圆圆的，正定定地看着他。这是你的弟弟傅建新，妹妹傅巧欣，他们是龙凤胎。傅西周又跟他们问了好，但傅建生跟傅巧欣表现得很冷淡，傅西周甚至在他们的眼里看见了警惕。警惕是好的，上辈子我不是个人，利用所谓的亲情血缘关系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家人。傅西周深呼吸，将手里提的东西放在地上。对了，我给你们带了些东西。他说着将一样样东西拿出来放在草堆上，肉包子、馒头、烧鸡，还有大闸蟹，这些都是熟食，你们赶紧吃。西周，咱们都吃过了，这些你拿回去吃，自己吃。傅西周心里没忍住叹息一声，上辈子也是这样，明明他们喝的稀粥清得跟水一样，他们还是将口粮让给我，说是吃过了。傅西周撕了一根鸡翅膀，塞进傅软软的嘴里。傅软软眼睛猛地瞪大，不敢置信地舔了舔嘴唇含着的肉，然后仰头看向乔夏雪，用眼神询问这能吃吗？苏雅琴暗暗抹了一把眼泪，见孩子这样，她也于心不忍。罢了，吃吧，但只吃一只，剩下的稀粥拿走。我不拿，我来就是给你们带吃的。说着，他从袋子里掏出了猪肉跟白面。这里是10斤肉，还有30斤白面，里头还有几斤水果跟蔬菜。妈，这些你都收好。你这……苏雅琴都震惊了。他们之前在城里过的日子很不错，白面跟猪肉也是经常吃的，但被下放后就没吃过这些了。傅西周又将点心跟蜡烛、煤油灯没有拿出来。爸，重新点根蜡烛吧。傅文斌看着快要烧到尽头的蜡烛，点了点头，重新点了一根蜡烛。傅西周又将点心拿出来。这是点心，嫂子跟妹妹还有软软都爱吃。这太多了，西周，你这……妈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有钱。再说弟弟妹妹还有软软都在长身体，你不能只为我考虑，不为他们考虑吧？苏雅琴当然也想为其他人考虑了，但她很难做到。只要她一想到傅西周被人调换，过的是苦日子，她心里就难受，就想着要补偿他。这么一想着，心就很容易偏向他了。傅文斌看着一堆食物，知道这是傅西周的心意，是孩子的心意，收下吧。奶奶，好吃，奶奶吃。奶奶不饿，软软吃。这是西周的心意，就都吃吧。今晚就吃烧鸡，其他的留到后面吃。雅琴，将其他东西收好，别被人看见。对，快收起来。苏雅琴说着，手忙脚乱地开始找地方藏东西。傅巧欣见状也上前帮忙。傅健身走了过来，眼睛盯着那堆东西，问傅西周：“你哪来的钱票买那么多东西？”我跟林家断绝关系，也将工作卖了，报名到了向阳屯这边下乡。这些吃的跟用的都是我之前攒下的跟卖工作的钱跟票换的。现在我住在王老头家，就是村委的那个孤寡老头家，过来很方便。你们有什么事情也可以去那边找我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傻？工作多重要啊，你怎么能卖了？工作卖了以后可以找。再说现在的政策是这样，过2年政策就不一样了。我只知道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跟你们在一起，共同面对现在的困难。爸妈、哥嫂、弟妹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傅文斌走上前，抬手在傅西周的肩膀上狠狠拍了一下。好小子，没想到你不声不响的做了那么多，能见着你，我跟你母亲就很高兴，以后少来往，少接触。不，以后我隔几天就会过来给你们送物资，不用担心，晚上没人看见。还有东西你们不用省着吃，我有路子能跟人家换物资，所以别怕。对了，差点就忘了这东西了。傅西周将手伸进编织袋，借着这个动作从空间拿出6双劳保手套。他将劳保手套给了傅文斌。爸，这是给你们准备的劳保手套。这……傅文斌震惊，刚刚别人没看清，他是看清了的。那个编织袋的东西明明已经全部拿出来了，傅西周咋还一下子拿出了6个劳保手套来的？傅文斌沉默不语吗？接过给了苏雅琴。妈，大闸蟹让大伙吃了吧，这东西就蒸熟的时候好吃。这一人一只刚刚好。都别愣着了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们也算一家人团聚了。来，一人一只，都吃。傅家其他人闻言，不再客气的一人拿起一只大闸蟹。傅软软拿着肥美的大闸蟹走到傅西周的面前。二叔叔吃。傅西周看着小侄女乖巧的模样，心都化了，将小姑娘抱到大腿上。叔叔吃过了，这个你吃，吃饱了就乖乖睡觉，好不好？傅软软点头，乖乖的坐在傅西周的大腿上吃着大闸蟹。等家人吃饱后，傅西周又拿出之前谢老板给他安排的药。妈，这是治感冒咳嗽的，这是治退烧的，这是止痛的，背后都有用量。妈，你都收好，以防万一。苏雅琴将药拿在手里，将一排胃药给了傅文斌。老傅，这个你明天拿去给黄老吧，我听说他的胃有一阵子不舒服了。还有一个古老，像他那种年纪的，也不知道哪个没良心的，送到这里来糟烂。还有一个是韩老，他们3个老的老，病痛多，还要干活。
我们这些年轻的能帮也就帮一点。西周，你别介意。傅西周闻言，心里一凛，上辈子我连自己爸妈都没关注过，更别说这3位。要是这3位老人没能熬过这个冬天，那将会是国家的损失。毕竟2年后局势就清明了，所有的冤假错案，所有凌乱的东西都会拨乱反正。像这3位老人，不应该是那样的结局。傅西周摇头道：爸，你决定就好。隔壁的3位老人，如果你们确定他们都是好的，对我们构不成威胁的，那你们能帮就帮。食物那些，还有过冬的物资都不用担心，我给他们准备。西周，这样会不会压力太大了？不会，爸妈，我先回去了。这么快就走？再多待一会儿？不了，太晚了，明天新知星要上工，估计大队长会有话说，迟到不好，我后天晚上再过来。苏雅琴有些不舍，傅文斌见状便劝说：好了，儿子现在也在向阳屯了，明天咱们上工也能见到，就别舍不得了。西周，走吧，我送送你。傅西周点头，朝下雪对侄女傅软软叮嘱：软软，以后在外面见到二叔叔，不能喊人，知道吗？如果你喊了，就会连累二叔叔的。傅软软虽然不懂为什么，但还是很懂事，点头。好的，妈妈，我知道了。直到走出去10米，傅西周才停下脚步。爸，就送到这里吧，你赶紧回去休息。回到自己的小屋，关上门，躺在了硬邦邦的木板床上。下一秒，他的意识就进入了种植空间。当他看见之前随手种下的果核，人直接愣住了。出门前才埋下去的果核，现在居然都长出了10公分的小苗。傅西周退出种植空间，又从空间拿出一瓶初级营养液，仰头一口闷完。第二天，傅西周起了个大早，他煮了一锅挂面，炒了2个鸡蛋。小子，煮的什么这么香？挂面跟炒鸡蛋，你准备个碗筷。哟呵，你小子还挺阔气的。王老头嘿嘿一笑，觉得自己将房子租给傅西周住是租对了，他也不客气，直接坐下来等着吃。与此同时，傅家人吃着昨晚傅西周送来的肉包跟馒头。傅文斌拿了3个肉包、3个馒头，还有胃药就要离开。苏雅琴喊住他，又装了2斤白面跟3个苹果。这些也拿过去吧，小心点，别被另外一家看着了。他说的另外一家是跟他们没有交流的一家3口。傅文斌点头。黄老在吗？谁呀？我，傅文斌。傅文斌刚说完，一个佝偻着身子的瘦小老人走了出来。文斌呀，什么事？傅文斌把布袋的东西拿出来。黄老，听说你最近一直胃痛，这是胃药，早晚吃1颗。还有，这是肉包跟馒头，你跟古老和韩老一起吃。这里还有2斤白面，还有3个苹果，这些你都拿着。文斌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要我收了，其他东西你赶紧拿回去。你们家人口多，孩子还小，你们更需要。让你拿着就拿着，哪那么多废话？不行，你家也困难，我不能白拿你们的东西。黄老，你听我说，这是我儿子的意思。是建廷的意思？不是，是西周，我第2个儿子。之前上工休息的时候，傅文斌跟黄国华提起过自己2儿子当初被报错的事情。黄国华还记得他说对方现在在京市，没有被他们连累下乡。他被举报了？不是，孩子自己报名下乡了，现在是向阳屯的知青。我也是昨晚知道的，他知道你们的事情后特意叮嘱的。他相信3位老人的人品，所以愿意帮一把。好了，黄老，这是孩子的一份心意，你就收着。还有古老跟陈老呢，你们得保重身体，总有一天拨得云开见月明的。我先去上工了，里头有包子跟馒头，你们吃。黄国华低头看着手里的布袋，感觉那分量更重了。文斌，替我谢谢孩子。我先回去了。他说完就大步离开。今天上工应该可以看见西周了。那小子以前应该也没干过农活，也不知道习不习惯，会不会觉得累。可惜我现在的身份敏感，不然还能替西周干点活。傅文斌刚走，古老、古少武跟韩老、韩启明走出来，他们刚刚都听见了傅建廷说的。3个老人看着桌子上的东西，想到傅文斌说的，心里百感交集。这么久了，也没一个孩子来探望他们。至于物资跟信件，那更是没有，没人关心他们是死是活，还撑不撑得住。而傅文斌的这个儿子却主动下乡了。文斌家的小子都是好的。吃完挂面后，傅西周跟着王老头走到了晒谷场上，然后再给村民们分配任务。分配完，听好了，这是你们第1天上工，我会指派村民来带着你们。我呢，也不指望你们干得满工分，但1半工分至少得有吧。别人能干的你们都能干，别偷懒了，这关乎你们会不会有足够的食物过冬。这天都没亮就要干活，要不要人活了？站在他身旁的李艳附和道：就是乡下就是乡下。国家让你们来向阳屯不是享福的，要是有人觉得干活时间太早了，就滚回城里去。赵梅跟李艳进了声，王大根见2个刺头没再说话，就看向了傅西周。他觉得傅西周人不错，昨天老娘回来后还夸过他。
王大根指了指傅西周，顺带的将他身边站着的杨卫东跟王振彪都带上了。你们3个跟着刘大娘去掰苞米，其他人去砍高粱。赵梅和李艳不乐意了，掰苞米明显比砍高粱要简单，凭什么傅西周跟杨卫东他们3个大男人能干简单呢？不愿意干的，今天没工分。赵梅嘴巴讪讪闭上，李艳皱了皱眉。原本还想着让赵梅当这个出头鸟，然后我顺带抗议一下，换点轻松的活呢。都去领农具，赶紧上工。一群人呼啦啦的就去领了镰刀锄头。傅西周3人跟着刘大娘往苞米地走。掰苞米不难，就是磨手。你们几个城里娃，手嫩，可别把皮给磨破了。刘大娘，那不会，我之前经常锻炼，手糙得很。我也是。到了苞米地，刘大娘演示完怎么掰，就给他们一人分了一垄。杨卫东和王振彪掰了没2下，就龇牙咧嘴起来。哎呦，这苞米壳子真扎手。是啊，跟刀片似的。傅西周从口袋掏出一副现织的劳保手套戴上，开始麻利地掰着苞米。杨卫东眼睛都看直了。兄弟，你的劳保手套哪来的？下乡前准备的，是护士的货，厚实不扎。哥们儿，还有不？我还有2副，卖我1副。不是卖，是我用粮票跟你换。对，用粮票换，我也要换。行，不过手套我没带身上，中午回去拿给你们。没问题，太谢谢你了，兄弟。你这可真是救了我们的命了。此时，另一边的高粱地里就是另一番景象了。赵梅和李艳分到的镰刀都是钝的，砍那又粗又硬的高粱杆子，要费好大的劲。李艳气得把镰刀往地上一扔。这破玩意儿怎么看？之前我看别人拿的都是锋利的，怎么到我们的就那么钝？赵梅也是满头大汗，才砍了几颗，手上就磨出了水泡。累死我了！你看隔壁掰苞米的多轻松啊！李艳伸长脖子一看，正好看见傅西周他们有说有笑，手上动作飞快，明显就很轻松。不行，这不公平！凭什么他们干那么轻松的活，我们就要干这么累的？我要去找大队长。走，一起去。2人扔下镰刀，气冲冲的就去找王大根。不好好干活，跑过来干啥？大队长，这活儿我们干不了，镰刀是钝的，高粱杆子那么硬，我们手都起泡了也没砍下几颗，这种活就该是男同志干的。是啊，大队长，你安排傅西周他们掰苞米多轻松，却安排我们干这种费力气的活，这分配不公平。活都是轮流着来的，你们嫌累就别干，反正口粮不够饿的又不是别人。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但砍高粱我们确实是做不了。大队长，你给我们安排别的活吧。不想砍高粱是吧？行，那你们俩去割豆子，那个不费力气。2人一听，以为是好活，连忙点头。我们去。等他们到了豆子地，干了一会儿，才发现这个活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割豆子确实不费力气，但要一直弯着腰，用手去薅，干不了一会儿，腰就跟要断了一样。哎呦，我的腰！赵梅扶着腰，根本直不起来。李艳也难受的不行。这比砍高粱还累，大队长就是故意的。不行，我还要去找他。李艳说着又要走，旁边一起割豆子的大娘看不下去了，一口唾沫吐在地上。我说你们这2个女知青咋就那么多事儿呢？城里来的就娇贵些，我们都干的，就你们干不得，还这个不行换哪个？你以为你们是市里领导的千金呢？整的这么娇贵，赶紧干活，再唧唧歪歪，今天1公分都别想要。李艳被对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看着周围人鄙夷的眼神，只能咬着牙继续弯下腰。中午休息，傅西周回家吃饭完后，从空间拿出2双新的劳保手套，揣进了兜里就往苞米地去。杨卫东和王振彪知道他回去是拿东西的，早就眼巴巴的等着了。兄弟，你可回来了，东西带来了吗？傅西周把手套递给他们，给。2人如获至宝，杨卫东立马从口袋里掏出准备好的粮票塞给傅西周。兄弟，这是5斤粮票，你看够不够换2双的？够了。不远处，累得腰都快断了的李艳正好看到了这一幕，他离得远，只看见杨卫东塞了什么东西给傅西周，傅西周收下了，他立马就认定了那是在给钱。傅西周在投机倒把，这是大罪。李艳眼睛一亮，觉得抓住了傅西周的把柄，拔腿就往王大根那边跑。大队长，我举报。一个李艳，一个赵梅，这2人一天天的咋就那么多事情了？又咋了你？我举报傅西周，他在投机倒把，我亲眼看见他卖东西收钱了。走，去看看。一群人浩浩荡荡的就往傅西周这边来了。杨卫东和王振彪刚戴上手套，就看见大队长带着一群人过来了。李艳还跟在后面，一脸得意。傅西周，怎么回事？有人举报你投机倒把，私下卖东西。王大队长，我没卖东西。你胡说，我亲眼看见了，杨卫东给了你钱，你还收了。你放屁！我给的是粮票，我们是换不是买卖。就是我们用粮票跟西周兄弟换劳保手套，关你屁事啊！哈，谁信啊？你们就是串通好了的。大队长，你可不能信他们。傅西周，你要是也给我1双手套，我就当没看见，不然我就一直举报你。傅西周被他这副嘴脸给气笑了，
他直接从口袋里掏出刚刚收的粮票，又把自己身上各个口袋往外翻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。你说我投机倒把搞买卖，还说我收的就是钱，我钱呢？在哪儿呢？难道是你偷了？既然你这么肯定我收了钱，现在我钱不见了，我怀疑就是你偷的。大队长，我要求李艳将偷的钱给我吐出来，不然我要找公安了。我才没有偷，你不要满口喷粪。你不也是满口喷粪吗？这嘴巴臭得像10年没刷似的，开口就一顶大帽子，恶臭得很。哼，我明明就看见你投机倒把了。你看见个屁！一天到晚不好好干活，就知道搬弄是非，我看你就是想偷懒，再敢胡说八道，就给我滚出向阳屯！周围的村民也开始指指点点。这女娃子心眼真坏，就是自己不想干活，还见不得别人好。她是想讹人家东西，不要脸。李艳被骂得抬不起头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这个小插曲过去后，休息时间也结束了。王大根让村民们赶紧去干活。有了劳保手套，杨卫东和王振彪干劲十足，3个人很快就完成了任务。下工回到家后，王老头正坐在院里的板凳上。回来了，今天活累不？不累。不累就去做饭。今天打算吃什么？昨天买的烧鸡还没吃，今天吃烧鸡配白米饭，咋样？行。傅西周进了厨房，不一会饭菜就端上了桌，鸡肉的香味飘满了整个小院。这地方偏，周围没邻居，两人也不怕被人看见，敞开了吃。就在这时，院门被人推开了。赵梅站在门口，她先是闻到了肉香，然后就看见了桌上的烧鸡和白米饭。傅西周，你们在吃烧鸡？赵梅几步就冲了进来，盯着桌上的烧鸡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傅西周没理他，继续吃饭。你谁呀？跑我家来干啥？傅西周，你咋能自己偷着吃好东西呢？咱们可是一家人。你算哪门子的家人？就算你否认，我姑也养了你20年，这份养恩是割舍不掉的，所以我们就是亲戚。再说，我姑之前可没虐待你，当你是亲儿子养的，怎么说你也得报答养育之恩吧。现在我姑在京师，我这个当侄女的就替她来承你的报恩了。刚好我还没吃饭，你请我吃顿饭吧，我吃的也不多，就2碗白米饭，半只烧鸡就够。傅西周似笑非笑的看着馋得要死还在做梦的赵梅，并没说话。赵梅见他没动作，催促道：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去啊，我快饿死了。傅西周依旧没动作，赵梅跺了跺脚，厚着脸皮道：行，也不用你来了，我自己来。他说着就想伸手去抓桌上的鸡肉。王老头一拍桌子，站了起来：滚！哪来的野丫头，上门讨饭还这么横，再不滚我打断你的腿。赵梅吓得后退2步，但眼睛还是死死盯着那盘鸡。她咬了咬牙，看向傅西周：傅西周，你别以为离开了京师就没人知道你那点破事，我姑之前什么都跟我说了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半只烧鸡跟劳保手套，我就将你的秘密公开。秘密？对，你要是不想被别人知道，就赶紧的。赵梅得意洋洋道：什么秘密？当然是你出来，我跟你说，不然要是让别人听见了，可就别怪我了。傅西周对他的威胁是毫不在乎的，他放下筷子，跟赵梅走出院子。赵梅看了眼周围，确定没人，才说：你还能这么安逸的在这里吃白米饭，吃烧鸡吗？滚！你不怕？你有证据就去举报。傅西周走回院子，还特意挂上那把破烂的锁。等傅西周坐回桌子旁，王老头才慢悠悠地问：那女娃子跟你说什么了？还能说啥？疯狗乱咬人，想讹点东西。我刚刚好像听见，我没恶意，只是没想到你这小子藏得够深的。现在这世道，这3个字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要是真被人抓着什么把柄，这日子就到头了。所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还是要谨慎一些，别被某些人抓住了。不过看老头吧嗒吧嗒的解释那么多，似乎没恶意。以后离那种人远点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沾上了就是一身骚。我知道的。赵梅就是个跳梁小丑，手里根本没证据。赵梅要是敢去举报，自己有的是办法让他认倒霉。毕竟诬告的罪名可不轻。不过王老头说的话也给自己提了个醒。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赶紧将养殖空间布置一番。第2天一早，傅西周照常跟着大部队去上工。傅西周、杨卫东和王振彪3个人一边干活一边聊天。对了，等秋收后，你们去不去县里？要的物资都买齐了，还去县里干嘛？咱们又不是那些娘们，那有什么好逛的？当然是有好逛的。我昨天听村民说了，说县里有个黑市，这边的人猫冬之前都会去那边或换或买一些物资。我去看看有啥适合用来猫冬的。跟王校长交换以后，物资堆积，可以去黑市转转，跟人交换物资，赚取能量。如果可以，还能淘点邮票、银元、古董之类的。这边的黑市说不定真会有所收获。黑市在哪？就在县城南边的一个旧货市场里，听说进去一次要交个1毛钱。好，你也想去？到时候咱们一起去。也不一定去，到时候再说吧。行。3个人干得快，临近中午时，系统的提示音在他脑海里响了起来。
宿主，鄙人王校长的物资准备好了，请问现在是否交换？是否还有其他指令？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分割好的猪肉排骨。傅西周点了点头，推开院门，王老头坐在院子里等着了。他见傅西周回来了，咧开嘴一笑：今晚吃什么？今晚吃蒸排骨怎么样？你还买了排骨？排骨有啥好吃的？连肉都没有。我做的肯定好吃。傅西周说着进了厨房。半个小时后，香喷喷的排骨跟肉包子端上了桌。王老头吃了一口傅西周蒸的排骨。啊，你小子有点东西啊，这个好吃。傅西周乐了，有这个老头陪着，好像也挺有意思的。吃过饭后，傅西周带上东西赶去。苏雅琴冲上前，抓住傅西周的胳膊。西周，怎么这么晚才过来？冷不冷？不冷，没事的，妈。西周，这些都是你准备的物资？对，这些都是我准备的。傅建廷走过来，伸手试着提了一下其中一个。好沉啊，西周，你往里装了什么？就是一些吃的跟一些用的。西周，这里面的东西可不少，你哪来的钱跟票换这些？西周，妈知道你想让我们的日子好过一点，但不能为了我们做犯法的事情啊！你得平平安安的啊！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活着回城，但傅西周是绝对能回城的，他就是傅家唯一的希望，可不能出事。二哥，妈说的对，你不要为了我们以身犯险。是了，西周，你得听爸妈的。这才是自己的家人，会打从心底里关心自己的家人。爸妈、大哥、嫂子、弟妹，你们都放心，东西来路正当，不是偷的，也不是抢的，是我用东西跟人换的。换的？你哪来的东西换这个？我下乡前不是做了准备吗？我自有我的门路，你们就别问那么多了。快打开看看，以后都别省着吃了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什么门路能弄来这么多东西？还有你一个人过来扛那么多东西，路上没被人看见？没有，平常村里的人都不乐意靠近这边，这会儿夜晚更没人了。爸，你相信我吧，有我在，我们一家都能平平安安的回京师。傅西周解开一个麻袋，里面装满了大米、面粉，还有排骨、烧鸡。你这败家孩子，你自己留着吃啊，拿来给我们干什么？我也给自己留着的。傅西周又打开另外一个麻袋，将军大衣拿了出来，又拿出给傅软软准备的红色袄子。爸妈、大哥大嫂、弟妹，这个你们一人一件，黑省冬天冷，穿这个抗冻。袄子是软软的，还有3件，就给那3位老人家吧。傅巧心慢慢走了过来，伸出手摸了摸军大衣柔软的料子，然后抬头看傅西周。二哥，这个料子很软。从没想过，只是一件军大衣就能让他眼眸亮晶晶的。他将麻袋里最后那摞书拿出来，这是高中的书，弟妹，你们要继续学习，听哥的，以后说不定就会恢复高考，你们都能学习。傅巧心接过书，谢谢二哥，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。傅文斌看看地上的东西，又看看自己的儿子，拿起一件军大衣，用手掂了掂，看着傅西周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别光顾着我们几个大男人饿不死。我知道这些东西你们必须收下，也必须用，咱们一家人必须拧成一股绳，才能扛过寒冬。妈，面和米都吃，别藏着发霉了，肉也赶紧炖了，吃了才有力气干活，而且软软还在长身体，需要营养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就你话多。傅建廷和傅建深兄弟俩在干草堆下挖坑，准备把这些东西藏起来。傅软软看着糖流口水，傅西周拿起一把塞到他的手中。软软一天只能吃2颗，吃多会蛀牙。谢谢二叔叔。王国华、古少武和韩启明披着衣服走了过来，当看到傅西周和地上的那堆东西时，也都愣住了。文斌，这是西周？是，古老，这就是我的儿子傅西周。西周向3位爷爷问好。黄爷爷、古爷爷、韩爷爷，你们好，我是傅西周。好，你们3位稍等。另外一个收拾好的布袋拿出来，折返了回去。这是给你们3位准备的。使布的，你家人多，这些都留给你家人吃。他们都有，而且后续我还会送东西过来的。爸妈，我得回去了，等过几天我再来看你们。西周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会的。傅文斌拿起了一件军大衣。二儿子居然这么懂事，但是他弄来的这些物资是冒了多大的风险，这些一定不能让人知道，得藏好。好了，先将东西藏起来，等坑挖好了，把这些都埋进去，不会让别人知道的。黄老、古老、韩老，你们将东西拿回去藏好，如果没地方藏，就让建言帮忙挖个坑。 3个老人却没离开。古少武看着傅西周给他们的东西，湿了眼眶。这些东西不能要，文斌啊，你养了个好儿子，但是我们都半截身体埋进土里了，用不着那么好的东西了。你们家人多，还是你们留着吧。古老，这是孩子的心意，而且我们这会儿也有很多物资，你们就拿回去吧，别负了西周的一番心意。要是这样说，我们就收下了。那谢谢西周和你们全家。你们可别这样说，是这孩子有心了。傅西周没有走远，穿着隐身衣在外面。屋里，王国华点亮了一盏昏暗的煤油灯。韩启明看着袋子里的胃药和苹果，
这孩子心真细，还记得老黄的胃病。是啊，比我那几个亲生的都强。家里人为了撇清关系，别说送东西，连一封信都没有。没想到一个素未谋面的孩子，却记挂着咱们的死活。文斌是从部队里出来的，为人正直，没想到他这个在外面长大的儿子也随了他的跟。我们受了这孩子这么大的恩惠，总得为他做点什么。是啊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可我们现在就是个废人，能为他做什么呢？三人陷入了沉默。傅西周在外面听着，像他们这一辈的人，一辈子都讲着给国家奉献，给人民奉献，大爱而无私。现在只是得了一点小小的好处，他们反倒是不习惯起来。这些人从骨子里就值得尊敬。傅西周脱掉隐身衣，掀开帘子走了进去。三位爷爷，三人看到傅西周都吓了一跳。西周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三位爷爷，我刚刚在外面听到你们的话了。其实我回来是有件事想要拜托你们。你说，孩子，只要我们这把老骨头能办到的，绝不推辞。我的弟弟妹妹健身和巧心，他们正是读书的年纪，我不希望他们因为下乡就荒废了学业。对的，正是读书的年纪，学业不能荒废。您三位都是学识渊博的人，所以我想拜托三位爷爷，能不能在空闲的时候帮忙指导一下他们的学习？没想到傅西周拜托的竟然是这件事。当然可以，教书育人本就是我们分内的事，我们求之不得，能在这种地方重新拿起书本，把自己毕生的知识传授下去，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慰藉。没问题，物理化学我都能教。老头子，我没他们二老有文化，但是语文历史还是能教的。这样一来，就能让弟弟妹妹学到真正的知识，还能让三位老人找到自己的价值，不至于因为白白接受东西而心里不安，一举两得。那我就先替我弟弟妹妹谢谢三位老师了。使不得，使不得。自己还有一瓶初级营养液，这三位老人都是国家的栋梁，身体垮了可就太可惜了，得让营养液发挥点作用。三位爷爷，你们赶紧将东西藏好，人多眼杂，可不能让人看了去了。藏现在就藏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我们之前偷偷挖的小地窖总算能用着了。三个老人开始藏东西。傅西周趁三人不注意，将一瓶初级营养液倒了水缸。三位爷爷，天不早了，我真的要走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。傅西周离开屋子，天一亮，傅西周就去了大队长王大根家。路上，他从空间里拿了一包桃酥，敲门走进去。王大根正蹲在院子里吃早饭，看到他来，傅知清，你咋来了？是王老头那边出什么事了？你也知道，他属于村里的孤寡老人，要是发生什么问题，大队是要帮忙处理解决的。大队长，老爷子没事，我过来是想跟您请个假。请假干啥去？我想上山一趟，砍点木头，打个家具。老爷子家就只有一张床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，也没有柜子放行李衣服，这样下去也挺不方便的。王老头家确实简陋，理解傅西周的做法。再说，知青请假是常有的事，只要不耽误秋收的大活就行。行，那你去吧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请假后今天的工分可就没了。我知道的，谢谢大队长，这是我带过来的桃酥，给您品尝一下。傅西周道了谢，放下桃酥就走。傅知青，你这傅知青真特别啊，跟别的下乡知青不一样，又是大前门又是桃酥的，人情世故这一块他是狠狠拿捏了。傅西周刚走出王大根家院子，就迎面撞上了李艳和赵梅。傅西周，你不上工，跑大队长家干嘛？呀，这时候不去上工来大队长家，是又想走后门，让大队长给你安排什么轻松活啊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啥。傅西周准备绕开走，李艳拦在他面前。你是不是又找大队长走后门好偷懒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敢走后门又干轻松的活，我就去公社举报你。连割2天豆子，觉得腰都直不起来。这次跟赵梅一同来大队长家，就是想要说点好话，看能不能换个轻松点的活。属狗的你，咋这么爱挡道？我今天是来请假的，你爱告告。请假？凭什么你干这么轻松的活还能请假？我也要请假，我今天也不舒服，干不了活。他说着，扭头就冲进了王大根的院子。大队长，大队长，我也要请假，我肚子疼。王大根吃完饭，正准备出门，就被李艳给堵住了。你又咋了？一天到晚就知道作妖。我肚子疼，干不了活，我也要请假。村里这些偷懒耍滑的招数我见多了，你这点小伎俩瞒不过我。肚子疼是吧？行，那你今天就在家躺着吧，零工分。我请假居然没工分，原以为跟傅西周一样，请了假能躺着休息，可不想没工分。怎么
不想零工分，那就老老实实给我去上工。有这跟我耍心眼的心思，还不如老老实实上工。你看你这2日才赚了多少工分？再这样下去，你过2月窝头都吃不上。李艳灰溜溜的从院子里出来了，看着傅西周远去的背影。傅西周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要让你在象阳屯待不下去。傅西周离开王大根家，直接上了后山，进了自己的空间里，在空间把东西都安排好后，再次深山进发。半路忽然听见了一个女人的尖叫，是一头野猪攻击了女人。傅西周闻声赶来，立即用刺刀结果了野猪。那个女人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，看着傅西周：“你没事吧？刚刚差点以为自己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，真没想到你居然不顾危险救了我。”你的腿怎么样？女人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腿，是在逃跑的时候被树枝扎到才受伤的，伤口很深，还在流血。没事，小伤。这还叫小伤？得赶紧包扎，不然感染了就麻烦了。他撕下自己衣服的一角，蹲下身帮他把伤口缠了起来。谢谢你，同志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叫傅西周，是象阳屯的知青。你不是象阳屯的人吧？我在象阳屯没见过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一个人跑到这深山里来了？我叫明月，海上生明月的明月，我是来采药的，没想到会碰到这大家伙。傅西周看了一眼他脚边的药草，点了点头。你这伤得不轻，我背你下山吧，得去卫生所看看。不用，我自己能走。别逞强了，赶紧的。他半蹲下身子，明月还是趴到了他的背上。傅西周背起他，这体重真轻，估计也就90来斤，这么轻，要是被野猪撞一下，命都得丢。傅同志，你老家是哪里的？兴市。没想到傅西周居然跟自己是一个地方的，你力气真大，身手也好，以前练过？瞎练的。自己从小在军区大院长大，见过不少兵王，但像傅西周这么年轻，身手能够单挑成年野猪的，还真不多见。刚刚猎杀野猪时的那股狠劲和冷静，还有利落的身手，根本不像一个普通的知青，他肯定不是瞎练的。两人很快就到了山脚下，傅西周把人背到了村里的卫生所。卫生所的赤脚医生是个50多岁的大叔，看到明月腿上的伤，立刻上前检查。哎呦，同志，你这伤口太深了，搞不好里头还有木屑。我这里的条件有限，只能给你做简单的消毒处理，你得赶紧去县里的医院清创跟打破伤风的针。我就是从县里过来的，县医院太远了。再远也得去啊，你这伤口要是感染了，腿都可能保不住。我送你去。不用，太麻烦你了，我自己想办法去。他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钱和票递给傅西周。傅同志，这是给你的谢礼，今天真的太谢谢你了。傅西周没接。就你又不是为了钱，你在这等一下，我去看看大队的牛车在不在，要是在的话，你坐牛车去。说完，转身就出去了。傅西周离开卫生所后，直接去了王铁旺家。傅西周敲了敲王铁旺的门，要是王铁旺送村民去县里了，就再去大队部一趟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牛车。门开了，是王铁旺。王铁旺看见傅西周满身是血，你咋的了？这不是我的血，你找我有事。他说着从口袋里掏了掏，拿了1块钱，他递给王铁旺。铁旺说有一位女同志受伤了，卫生所的大夫说要去县里医院，劳烦你跑一趟。不用那么多钱，2分钱就够了。傅西周将钱塞进他的怀里。铁旺说钱你收着就是，再说就只有一个人，你收2分钱，这不是占了公家的便宜吗？我还有事情要找大队长，那位女同志就麻烦你了，我那有些营业，等忙完了我就送点给你试试。傅西周说完就离开了，他没有立刻去找王大根，而是跑回后山那片山坳，将那头巨大的野猪尸体收进空间，然后他又跑到村头，冲进了大队部。大队长，大队长，出大事了！王大根正在跟几个村干部商量秋收交公粮的事，看见傅西周这一身血，傅知青，你咋了？咋流了这么多血？血不是我的，是野猪的。我上山的时候刚好碰到一只野猪攻击一个女同志，我为了救那个女同志，将野猪吸引过来，就顺便给了她一刀，没想到野猪撞在树上就死了。野猪死了？大队长，你赶紧带人跟我去后山。那野猪有多大？我看的有300-400斤，就在东边那个山坳里。300-400斤的大野猪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这年头家家户户都缺油水，这么大一头野猪能分多少肉啊？走，快带我们去看看。王大根一声令下，抄起墙角的锄头，带着村里的几个壮劳力，跟着傅西周就往后山跑。傅西周提前把野猪从空间里放了出来，扔在了一个显眼的草坡。当王大根他们看到那头野猪尸体，我的乖乖，这还真的有300-400斤，这真是你一个人打死的。那位女同志受伤了，我已经让铁旺叔送县里医院，他可以替我作证。好小子，有种！你这可是为民除害，还救了人，是条汉子。谢队长夸奖。傅知青，按照公社的规矩，打到的猎物个人能分3成，其余的都归大队部，你看可以不？大队长，都听你的。行，你今天立了大功，
我做主，给你记满1周的工分，那其余的肉都分给村民。村民闻言欢呼：太好了，终于有肉吃了！大队长，既然是给村民分，那我不要3成，我就要1条猪后腿，剩下的都分给村里的乡亲们吧。大家日子都不容易。3成的猪肉，那可就是100多斤啊！这小子竟然说不要就不要了。这小子不贪心，会做人。行，傅知青为咱们村民着想，那咱们就成你的情了。周围的村民们也纷纷对傅西周竖起了大拇指。傅知青真是好样的，还得是城里来的娃，就是觉悟高。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100多斤猪肉对自己来说不算什么，但换来全村人的好感，这笔买卖值。当晚，整个向阳屯都沸腾了。晚上，傅西周离开了王老头家。西周，你咋又送猪肉来了？他昨天送来的猪肉，自己舍不得吃，只切了1点用来炒菜，压根没想到傅西周今天又送肉过来。二哥，你怎么又送那么多肉过来？我还没见过那么大的一块猪后腿呢。傅西周笑了笑，把肉放到草堆上。今天运气好，在山上打了头野猪。什么？你人没事吧？受伤了吗？妈，我没事。傅西周把今天发生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。二弟，你太大胆了，我们部队里本事最大的兵王，只拿着刺刀也没100%的把握将野猪杀死，以后可不能这么冲动。是啊，二弟，以后可不能这么冒险了。知道了，妈，这是野猪肉，炖起来不一定能将膻味去掉。啊，那怎么办？野猪肉最好风干做成腊肉。西周，我不懂，要不你还是拿回去吧。没事的，妈，我教你。苏雅琴眼睛一下子就红了。傅西周连风干腊肉都懂，他在林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？要不让爸来？古少武的声音从外传来。不用。听见傅西周说风干腊肉，西周，让我来吧。古老，你还懂这些？以前部队的条件艰苦，尤其是打仗那会儿，有时候我们穿越森林的时候会打些猎物，有好几次运气不错，打到了野猪，我就跟当地的村民学了怎么风干猪肉。傅西周将猪后腿给了古少武。那麻烦古爷爷了。古少武接过。不麻烦，等明天我早起点，将前面的工序给忙活喽。不，这样会影响你休息的。您老人家还得养着身体呢，还是让我来吧。见傅文斌要拿，古少武后退一步。文斌，你就让我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。再说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吃好了，我总觉得这2天身上有劲儿多了，身体比以前好了。是啊，我的胃也不怎么疼了，腰杆子都能挺直了。我也是这么觉得的，感觉自己年轻了好几岁，哈哈。我也有这样的感觉，好像就是吃了二哥带来的吃食开始好转的。这哪里是吃食的功劳，这是营养液的功劳。看来过几日得再兑换点营养液给他们续上，这样家人都能健康。吃好了，当然有力气了。所以你们都不要省那一口吃的，吃好才能睡好，身体才能健康。众人点点头。肉也不是省出来的，明天就给孩子们加点荤菜。傅西周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回到了王老头家。他没有立刻睡觉，而是意识进了空间，在空间里把事情安排妥当。明天得先去县里看看，去黑市换点物资，赚点能量，然后顺便去医院探望明月。第二天一早，傅西周起床热了6个肉包子，他给王老头留了3个，自己拿着3个一边吃一边去王大根家。大队长，我能再请1天假吗？我想去探望一下那位受伤的女同志。行，没问题，按时回来就行。傅西周去了村东头，靠近牛车之前，他就拿了一小袋烟叶，他将2分钱跟烟叶给了王铁旺。铁旺说：“你拿着。”王铁旺拿走了烟叶，没收钱。钱你昨天就给了，上车。傅西周笑着点点头，上了车。到了县城，傅西周先去了县医院。护士，您好，请问明月住几号病房？我帮你查查，明月今天一早就办理出院了。出院了？对。能出院证明他的伤不严重。傅西周离开医院，一路打听，找到了城南的旧货市场，拿出一个布袋，将空间里的物资放了部分进袋子里。这里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废品交易站，外面堆满了各种破铜烂铁，可真正的黑市就藏在这里面。他走了过去，一个穿着油腻工装的男人拦住了他。干啥的？傅西周给他看了眼袋子里的东西。卖货的。1毛。傅西周给了他1毛钱。跟我来。门后是一个巨大的仓库，仓库里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，里面摆满了各种摊位，卖什么的都有。一个男人走了过来。你面生第一次来的吧？第一次。我们这里黑市的老大叫南哥，就在那边。傅西周顺着他指的方向，那里坐着好几个人，其中那些青年都围着一个抽烟的青年。估摸着对方就是黑市老大南哥吧。如果你有大的交易或者遇到什么事情，都可以找南哥解决。当然了，小买卖就不要惊扰到南哥了。行，知道了。傅西周说了一句，开始逛了起来。傅西周来到一个摊位前，拿起一个搪瓷缸子。老板，这缸子咋卖？5毛钱。都破成这样，还卖5毛？傅西周撇嘴放下缸子，顺手又拿起一块石头。你那块石头不错，适合用来当磨刀石，多少钱？摊主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一眼，2块钱拿走。
2块钱，老板，你这也太黑了吧？就1块破石头，我拿回去砸核桃都嫌硌手。哎，要不要？不买就滚犊子，别打扰我做生意。就这态度还做生意？老板，便宜点，1块5行不？不行，最少2块。1块8，不能再多了。我今天就带了这点钱。滚滚滚！说了2块就2块。傅西周从口袋里掏出2块钱，递给摊主。行吧行吧，2块就2块，真是个铁公鸡，1毛不拔的。他把石头抱起来，放进布袋。这些东西随便看。这摊主怕是做梦也想不到，他2块钱卖掉的其实是一座金山。走出黑市后，他把石头收进空间。接下来要做点什么，继续给村里做贡献，好将家人早日解救出来。后方传来一阵的巨大噪音，一辆冒着黑烟的拖拉机从后面开过来。坐在车斗里一个年轻小伙子冲着牛车上的人喊：哟，向阳屯的还在赶牛车呢？我们靠山屯都用上拖拉机了，你们这牛车得走到天黑才能到家吧？哈哈哈！像你娘的大，有个破拖拉机了不起呀、烧油的玩意儿，又吵又臭的，哪有我们牛车舒坦？就是看你们那一个个颠得跟筛糠似的，屁股都颠成8瓣了吧？有啥好生气的？小伙子脸涨得通红。你们这些老娘们就会耍嘴皮子，你们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耍嘴皮子咋了？总比你们这些断了脊梁骨的软蛋强。有本事停下来跟老娘干一架！拖拉机司机一看这架势，赶紧一脚油门，拖拉机突突突地喷出一大股黑烟，加速跑了。可一群怂包！什么玩意儿？不就是有个拖拉机吗？看把他们给能的！桂花婶子转头就对王铁旺抱怨起来：铁旺啊，你说咱们屯啥时候也能有台拖拉机呀？每次去公社开会，看着人家靠山屯开着拖拉机去，咱们大队长坐牛车，这脸都臊得慌。就是啊，有了拖拉机，秋收的时候能省多少事啊？去县城也方便，哪像现在晃悠半天。拖拉机那玩意儿金贵着呢，一台好几千块，还得要票，咱们大队哪有那个钱？再说，就算大队有，也得公社肯给咱们才行啊。咱们向阳屯就那情况，大队长为了让大家多留点粮食，每次交公粮都垫底。大队得不到重视，也怪不得大队长，他那都是为了大队着想。再说，向阳屯的地原本就没靠山屯多，搁谁身上也没辙啊。到了向阳屯后，傅西周直奔王队长家。赵梅跟李艳站在田埂间看着傅西周。都多少天了，咱们还是被王大根安排割豆子，想请假都不能。现在都不知道站直腰是什么感觉了，但王大根却给傅西周放了那么多天假。你看他那个嘚瑟样，太气人了。是啊，我现在看见他就来气。他快步走到大队长家。大队长在家吗？王大根就从屋里走了出来。傅知青，你咋过来了？有什么事？大队长，有天大的好事。啥好事啊？你赶紧说说看。大队长，可以进去说吗？这件事没成之前不好让人知道。王大根点点头，把他领进堂屋。说吧，到底啥事？大队长，我想给咱们村里弄台拖拉机回来。可，你说啥？我说，我想跟咱们村弄台拖拉机。傅知青，你没发烧说胡话吧？拖拉机，你知道那玩意儿多金贵吗？你当那是大白菜，说弄就弄。这小子昨天才打了野猪，在村里出了大风头，今天就跑来跟自己说要搞拖拉机，该不是得意忘形，脑子不清醒了吧？大队长，我没说胡话，我这不是有门路。门路？什么门路？我记得你不是黑省人，这哪来的门路？我有个远房亲戚在黑省省城的农机站工作，他跟我说他们站里有一批报废的拖拉机，上面来了指标说让赶紧处理掉。虽然是报废的，但其实就是有些零件坏了，修一修还能用，他们准备当废铁处理了，价格很便宜。能有这好事？不对，就算真有这好事，报废的也不能用，修起来得花不少钱吧？大队长，您放心，我已经问过了，那亲戚说了，主要是发动机有点小问题，我们要是要他帮忙给维修了，咱们屯就只需要出点替换零件跟拖拉机的钱，最后算下来一台就300来块钱，你看这个价钱可以吗？西周，你不是开玩笑的吧？现在买一台新的拖拉机也要几千块，我们能300来块钱的一台拖拉机？我哪能拿这件事开玩笑啊？大队长，您想想，咱们村要是有了台拖拉机，那是个什么光景？什么光景？秋收的时候，别人还在地里累死累活的割麦子，咱们开着拖拉机，一天就能收完，交公粮也能第一个完成任务。平时去县城、去公社，咱们开着拖拉机去，再也不用被人笑话。我看谁还敢笑话咱们向阳屯穷？这倒是，隔壁村的老是笑话咱们没有拖拉机，没他们风光。有了拖拉机，咱们就能开垦更多的荒地，种更多的粮食，到时候家家户户都能吃饱饭，年底分红也更多。咱们向阳屯迟早能成为这10里8乡最富裕的屯子。要真这样，一台肯定是不够的。西周，这拖拉机我买了，你看能不能帮咱们屯多弄2台？大队长，这我不敢打包票，
我这几天跟那个亲戚好好说说看，如果能多弄2台就多弄2台。我也知道现在这个世道拖拉机不好弄，一个屯能得1台就不错了。要不是富西州有这个门路，也不知道我们屯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有1台拖拉机。行，傅知青，这件事就麻烦你帮忙跟进。好嘞，得理。不过大队长，咱可得说好，这个拖拉机不用票，门路也不正，原本人家就是当废铁卖的，我们买回来的是我亲戚帮忙修好的，就是后面真得到拖拉机了，咱也不能说这拖拉机是在哪买的。这事我知道，要真有人问起，那不都是我随便胡编的事情吗？不过傅知青，这事儿在没成之前，绝对不能泄露出去，万一不成，咱们就成了全公社的笑话了。你放心，事情没成之前，我绝对守口如瓶。那这几日我就不上工了，随时要去城里跟进这件事。行，傅知青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。需要我做什么，你尽管开口。从今天起，我给你批假，你不用上工了，专心去办这件事。要等事情成了以后，我才能给你记满工分。我会跟铁旺打一声招呼，这段时间你去县城都不收你钱。要的就是这句话，工分满不满的自己不在乎，现在自己又不缺粮食，主要是要这个假期。有了假期，自己能做好多事情。谢谢大队长，不过不用麻烦铁旺说，我亲戚还给我整了个28大杠，我到时候骑车去县城就好。行，那我等你好消息。事情谈妥，傅西周就离开了王大根家。傅西周也差不多走到王老头家，刚走到院墙外，傅西周就听见嗖的一声，只见一个黑影从房顶上轻盈一跃，稳稳落在院子中央。刚刚从屋顶往下跳的人，居然是王老头。那个平常走2步路都喘大气，点个烟叶手都能哆嗦半天的老头，居然能从那么高的房顶上跳下来，还毫发无损。傅西周推开院门走进去，老爷子，你这是在干啥呢？你小子装什么傻？不是看见我从屋顶上下来了吗？傅西周嘿嘿一笑，从布袋里掏一只烧鸡。老爷子，我今天去县城给你带了烧鸡，尝尝。你小子是个好的，来，赶紧给我。傅西周却把烧鸡往后一收。老爷子，你先别急，我有件事想求你。有屁快放！老爷子，你刚才那身手像个世外高人似的，我活这么久了就没见过像你这么厉害的身手。你这功夫怕是练了几十年了吧？徒弟肯定不少吧？你小子少来这一套，大爷我不吃你的马屁，有话直说。老爷子，我想拜你为师，学功夫。傅西周说着就要跪下。别跪，我可不收徒弟，收徒弟自找麻烦这种事情我可不干。老爷子，你就收下我吧，我学功夫不是为了惹是生非，就是想强身健体，以后遇到坏人也能自保。不收，我这身功夫传内不传外，传男不传女，规矩多着呢，麻烦得很。我都一把年纪了，你小子就别折腾我了。这样，你只要收我为徒，以后你老人家的烟、酒、肉我全包了。这小子是捏着自己的命脉啊！顿顿有肉吃，天天有酒喝。顿顿有肉，天天有酒，而且不光是烟酒肉，以后你老了走不动了，我给你养老送终，到时候我回城就带上你去吃香的喝辣的，绝对不会留你人在向阳屯。这小子虽然有时候油嘴滑舌的，但心眼不坏，对自己这个孤老头子也确实没得说，有吃的会分自己一半，从不小气，出手也大方。哎，罢了，你小子最好说到做到，不然就算你学会我这一身的本事，我也打断你的腿。这么说，你答应了？先别高兴得太早，我王家的功夫不传外人，你要拜师就得磕头敬茶，正式入我门下，以后成为我王某人的关门弟子。而且我的功夫难学，入了门就不能放弃。你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师傅。傅西周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，磕了3个响头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本以为自己这身功夫要带进棺材里，没想到老了还能收到一个徒弟。起来吧。王老头扶起傅西周，傅西周站起来，立马把烧鸡递了过去。嘿嘿，师傅，你尝尝。王老头接过烧鸡，撕下一个大鸡腿就啃了起来。味道不错，比京城云木斋的还好吃。师傅，我屋里还有2瓶茅台，我给你拿来。你小子有这好东西，不早点拿出来？嘿嘿，我现在拿。傅西周走进屋里，从空间拿出2瓶茅台出来，开了瓶，给老爷子倒上。师傅，请喝。王老头喝了一口酒，咂巴一下嘴，自己没想过自己老年还能过上这美滋滋的生活。王老头吃完烧鸡，擦了擦嘴。小子，既然拜了师，就更不能偷懒，赶紧去做饭。好嘞，师傅，你想吃啥？就做你上次做的那个蒸排骨。上次吃了你做的那个排骨，我感觉浑身都有劲儿，好几天都没腰疼了。好嘞，师傅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做。吃过晚饭，傅西周就回到屋内，立时进入种植养殖空间，去查看之前种植的灵芝。
刚退出空间，王老头的声音从门口响起：“小子，你咋这么早睡觉？赶紧给老子滚出来练功！”傅西周立刻下床开门：“师傅，大晚上的还要练功啊？练功不应该是早上的吗？”少废话，跟我到院子里去。听你的，师傅。到了院子，王老头站定，上下打量了傅西周几眼。看你小子身板还行，先试试你的底子。说着，他让傅西周扎了个马步，腰挺直，腿分开，重心下沉，就像坐在一张看不见的凳子上。王老头用手里的烟杆在傅西周的腿上敲着，指点他的动作。师傅，你看这样行吗？1个小时过去，汗水顺着他的额头往下流。傅西周准备擦汗，刚抬手就被王老头的烟杆子敲了一下。干什么呢？才多久就想着偷懒了？师傅，这要扎多久？就按照1个时辰来吧，2小时。傅西周2条腿颤颤巍巍。怎么想放弃？要放弃，现在就可以回去躺着睡觉。我王家的功夫可不是那么好学的，连1个时辰的马步都扎不好，你还是去当你的软脚鸡去。不就是扎马步吗？老子还就不信了。他咬紧牙关，不再说话，注意力重新回到自己身上。时间估摸着差不多了。行啊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傅西周双腿一软，直接瘫倒在了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扎马步跟跑步完全不是一回事。王老头走过来，踢了踢他的腿，感觉怎么样？累。这才刚开始，明天继续。他说完，提溜着烟杆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回自己屋。与此同时，京市林家，林芝芝这个死丫头真是反了她了，竟然敢给老娘玩离家出走。妈，现在怎么办？明天我要是不上火车，知青办的人肯定不会放过的。还能怎么办？只能让你去了。我不去，这会儿让自己去大西北当知青，还不如让自己死了算了。那你想怎么办？都工作齐齐喝西北风吗？自己也舍不得让儿子去，但眼下也没其他办法，都怪傅西周。我不管，是你们没看住林芝芝。还有，别忘了我为什么要下乡，还不是因为你们培养了个白眼狼。好啊，林建业，你个人没良心的！我眼看着母子俩就要吵起来，都住嘴，都别吵了。现在还有一个办法，你马上去苏家，跟苏云商量，明天把证给领了，结了婚，有了家庭，按政策就可以不用下乡了。苏家那丫头能同意吗？她还欠咱们家800块呢，这几天脸都不敢露的。那丫头这么喜欢建业，哪能不同意？再说，你跟那丫头的妈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之前也是想着让苏云跟傅西周退婚了，再跟建业订婚的。她是喜欢咱们建业的，那肯定能同意。没错，苏云都已经是我的人了，她不嫁我还能嫁谁？爸，你怎么不早点想起来？这能怪我吗？之前想着的是林建业顶替了林芝芝的工作就万事大吉了。再说苏云这几天压根没露头，自己就没想起儿子跟他早就搞一起的事情。走，现在就去苏家，咱们得今晚把事情确定下来，明日民政局一开门就去把证给领了。这样知青办的人上门来要人，也拿建业没办法。赵春花和林大军就带着林建业问邻居借了2盒点心上了苏家的门，门是苏云开的。这么大阵仗是来跟自己要钱吗？林叔、赵婶子、建业哥，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苏云，我们找你爸妈有点事，他们在家吗？在的，请进。刘东莲看见林家人大晚上的登门拜访。赵春花，你们咋来了？是发生啥事了吗？东莲，我们今天来是向你们家提亲的。之前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让苏云跟傅西周退婚后，就跟建业订婚的。我家建业年龄也不小了，我心想就别想着订婚不订婚的，直接让2个孩子结婚得了。你看可以不？刘东莲看了眼林家一家3口，哪有人提亲就带2盒点心来的，而且还没知会一声？可以啊，不过咱们得先把条件说清楚了。我也不要什么3转1响了，只有一个条件，彩礼200块，1分不能少。自己跟刘东莲都那么多年好友了，咋还好意思提出要200块彩礼的？你女儿啥货色还不清楚吗？要不是不想林建业下乡，自己压根就不想让苏云进门。林建业见赵春花不说话，手肘捅了捅他。妈，你想啥呢？行，200就200，不过咱家之前借给苏云800块来着，我看就从这800块里扣就行了，也省得我们家还要往外拿钱。还有就是，顺便的你们就将那600块给苏云，让他带回咱们林家。给你们600块，赵春花，你放你娘的屁！那800块是你们家给的定亲礼，什么时候成借的了？苏云的弟弟苏耀祖也站了出来，梗着脖子道：“就是你们到底是不是真心想娶我姐的啊？连200块彩礼都舍不得给，还要将之前给我姐的钱给拿回去，有你们这么不当人的吗？”刘东莲，听你们这话是不想含钱了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那800块明明是我借给你女儿的，你现在想不认账？我认你个头！当初说的好好的，是你们家建业稀罕我家苏云给的定亲礼，咋的？你现在想反悔？
我告诉你，没门！想娶我们家苏云，可以再拿200块来，凑够1000块彩礼。1000块？你疯了吧？你以为你女儿是什么金贵千金大小姐吗？还想要1000块钱彩礼？就她这样的，她不嫁我儿子能嫁谁？刘东莲，照我说的，你还得给我家1000块钱，让你家苏云嫁过来，不然要是被人知道她已经是个破鞋，谁还敢娶？死丫头，你跟我老实交代，她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不是的，妈，她乱说的。我去你娘的赵春花！你居然敢污蔑我女儿，我打死你！你女儿是不是清白的？你心里没点逼数，还要我污蔑，还敢动手？有本事你就动手！苏耀祖一听就怒了，朝着赵春花就动手。我去你娘的！居然敢污蔑我姐清白，还欺负我妈！你真当咱们苏家没人了吗？我打死你个疯婆子！林建业看到苏耀祖真要对赵春花动手，气不打一处来，猛地推了他一把。你他妈给谁俩呢？两个年轻人瞬间扭打在一起，赵春花和刘东莲也撕扯了起来。林大军见状也冲了上去，跟苏大山扭打在一起。整个苏家客厅彻底变成了战场。林大军，你个不要脸的王八蛋，你还有脸来我们家提亲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跟隔壁王寡妇那点破事吗？你天天往人家寡妇被窝里钻，你老婆知道吗？你儿子知道吗？你还有脸打人？我呸！刘东莲吼的这一嗓子，让整个屋子的人都停下动作，看向林大军。林大军，你真的跟寡妇搞一起了？你这婆娘听他胡说什么？我胡说？你问问你家对门的邻居，谁不知道你林大军是个什么货色？大半夜不回家，都宿在王寡妇家，你当别人都是瞎子啊？刘东莲这么一喊，外面的人听得清清楚楚。真的假的？林大军跟王寡妇有一腿？你们才知道吗？跟王寡妇有一腿的男人多着呢，不然你以为他一寡妇咋过得那么滋润的？这赵春花也是个可怜人，自己男人在外面偷人，她还蒙在鼓里。赵春花扑向林大军。林大军，你个天杀的！老娘辛辛苦苦的给你伺候一大家子，你竟然敢偷人，你良心呢？啊！我不活了，我跟你拼了！林大军气不过就甩了他一巴掌。你哥这发什么疯？他妈的，给老子冷静点！赵春花被甩了一巴掌，感觉受到了天大的委屈，不管不顾的又扑上去要挠林大军。林建业顾不上打苏耀祖，赶忙上去劝架。张慧明看了苏家的一场混账，便回了家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张富强正在看报纸，见他回来，推了推眼镜。怎么回来了？爸，我想给西周写个信，寄点钱过去，就找你商量一下。张富强将报纸放下。你是该给西周汇点钱感谢他，要不是他提醒你远离女人，你现在怕不是已经结婚喜当爹了？要不是有傅西周的提醒，自己儿媳可能就是个寡妇，那自己的老脸可就要丢尽了。张慧明点头。就因为这件事，必须感谢傅西周。要不是傅西周的提醒，真可能会去娶一个怀了别人身孕的寡妇，结果自己没上当，那寡妇跟二流子的计谋落空，去设计其他人了。爸，我打算将身上的钱跟票都给西周寄过去，这救命之恩，我必须得重报。你那有多少？我这儿还有100块，跟一些全国票。给人寄100块，扯什么独子救命之恩？拿着这400块，一共500块，都给西周汇过去。你在信里告诉他，钱不够了，就跟咱们说，我们家欠他一个大人情，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外面受苦。知道了，爸。他拿着钱回到自己屋，展开信纸，写信告诉傅西周最近发生的事情。傅西周上山进了空间里，安排好了事情。下山的时候，刚好跟王振彪碰上。振彪，你要上山？王老头说你上山了，我是来找你的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赵梅和李艳那两个搅事娘们煽动一群村民去大队长家门口闹事了。闹事？闹什么事？他们觉得你不过打了个野猪，凭什么又是满公分又让你请假呢？说大队长偏心你，让他给大家一个说法。你现在赶紧去处理。我去看看。傅西周往大队长家走。今天倒是要看看这两个女人能闹到什么程度。两人刚靠近大队长家，就听见了有村民围攻王大根。大队长，你也忒偏心了。现在秋收忙着呢，为啥傅西周那小子可以天天不上工，我们就要在地里累死累活？就是他打个头野猪是厉害，可也不能这么搞特殊吧？我们天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才挣几个工分，他倒好，在家里歇着就拿满工分，这不公平。赵梅和李艳就混在人群里。各位婶子说的没错，大队长，我们也不是针对傅西周，我们就是觉得这事儿不合理。大家都是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，就应该一视同仁。是啊，傅西周是城里来的，就算打了野猪有公鸡满工分，但秋收这么忙，他怎么老请假？他可能不习惯干农活，但也不能一点都不干吧？这让其他知青怎么想？让辛辛苦苦的村民们怎么想？王大根被一群人围在院门口，脸涨得通红。拖拉机的事还没敲定，暂时还不能说，万一事情没成，
到时候不就让大家失望了？那时候傅西周的处境可能会更难。可不说，自己又没法解释为什么给傅西周批假。大家静一静，听我说，傅知青请假是经过我批准的，他是有重要的事要去办。什么重要的事啊？比秋收还重要？这是大队的机密，暂时不能说。还有什么机密是我们村民不能知道的？大队长，你该不是真被那小子灌了什么迷魂汤，偏心他吧？站在王大根身边的杨卫东没忍住开口：“啥偏心不偏心的？老说大队长偏心，咋的？你们眼红大队长偏心父职之亲，咋不思考思考，为啥不偏心你家汉子？”那婶子背对了一下，愣了愣，才开口：“我什么我？大队长偏心父之亲，那是人家能干，一个人干掉一只300多斤的野猪。你这么想要假期，要不让你家汉子去上山打个野猪给我们吃？凭什么？那多危险啊！你们也知道危险啊？咋的？昨天分猪肉就没觉得危险，吃进肚子里了，就忘了是谁给你打的野猪了？你还有你们，咋好意思说这种话的？”那婶子发现自己是说不过杨卫东，也不跟他扯，看向王大根：“大队长，你赶紧跟我们说，到底是什么机密？”傅西周穿过人群，走到王大根的身边：“大队部的事情需要跟你交代吗？”在场的人都沉默下来。王大根将傅西周拉到一旁：“傅知青，你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那件事能说吗？我担心这件事要是不说清楚，今天的事情就不能善了。”大队长，我今天没去县城，再说事情也没那么快，得给我亲戚一点时间运作啊。这样，你先回去，这里我来处理。各位，今天我请假是为了上山收集些木料，打算打些家具，但我没想到就这样还能让大家有意见。一个胆子大的婆娘站了出来：“傅知青，我们不是对你有意见，我们就是觉得不公平。”不公平？我打野猪还把100多斤猪肉都分给了大家，大队长奖励我1周的满工分，这不公平。我因为打了野猪，昨天没能收集木料，今天才会继续上山的。西周，你去山上是发现了好东西了？傅西周点头：“傅知青，别卖关子了，啥好东西？”傅西周从口袋里拿出婴儿拳头大小的灵芝。今天事情闹那么大，自己得给出点什么才能镇压这群村民。这是什么？红蘑菇嘛，长得还挺好看。这是灵芝，这药材对人的身体很好，要是只剩下半条命的人吃上一口，指不定都能活过来。这东西稀缺，基本上都是有市无价。这么大一株灵芝，得值不少钱吧？那可不，听说城里的大官都拿这个当宝贝。傅西周在众人的注视下，将灵芝递给王大根：“大队长，这株灵芝我是在咱们向阳屯的山上采到的，它就应该属于咱们向阳屯。我把它捐给大队，是卖了换钱给大家分红，还是留着给村里人应急，都由您来决定。”傅西周这话一出，全场死一般的寂静。王大根接过了灵芝，高高举起：“大家都看到了，傅知青为你们年底的分红，将这么贵重的灵芝给了大部队。你们这些人咋还好意思说人家偷懒，说人家搞特殊没觉悟？”那些刚才还在闹事的村民，一个个开始道歉：“傅知青，对不住，是我们小心眼了。你思想觉悟高，可别跟我计较那么多。”“是啊，傅知青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就是被人挑唆的，实在是对不住啊。”那说话的婶子说着看向赵梅跟李艳，她狠狠推了他们一把：“你们2个还装傻呢？要不是你们在中间挑唆破坏集体，咱们也不至于在这里。”“就是，都是你们2个搅屎棍在背后煽风点火，自己懒得干活，还见不得别人好，什么玩意儿？”给傅知青道歉。凭什么让我们道歉？我们说的也是事实。再说，不就是一个灵芝吗？那原本就是咱们屯的财产，他捡到了给大部队不是该做的吗？他哪有你们说的那么高尚？捡到？那你去捡一个。就是你们这么有能耐，去捡一个看看。凭什么让我去捡？得了，我说你们2个搅屎棍赶紧道歉得了。你以为灵芝是大白菜啊？说捡就捡，咱们上山这么多年就没见到过。再说人家傅知青捡到了，完全可以不让我们知道，他却上交给大队部。你说说，这思想觉悟不高，那啥才高？像你们破坏集体和谐的叫高吗？赵梅、李艳，你们道歉。在全村人的压力下，赵梅和李艳最终还是不情不愿地低了头。对不起。第二天，傅西周依旧没上工，跟王老头说了一声，他骑着28大杠往县城去。自己毕竟答应了王队长的，得做点样子出来才行。与此同时，京市，苏云一大早就被林建业堵在了上班的路上。苏云，滚！我们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。苏云，你别这样。昨天是我爸妈不对，我代他们向你道歉。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今天是最后的机会，说什么自己都要跟苏云将证给领了，要不然就得上山下乡了。感情，林建业，你别跟我提感情，你除了会说几句好听的，还有什么？咱们之间的事情，你没经我同意就告诉了你爸妈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小云，我那不是故意的，那天我喝多了，我妈问起来的。再说，咱们是有娃娃亲的，就算发生点啥，别人能说啥？
林建业说着就拉着他的手往旁边的小胡同里转。苏云，你听我说，我是真的想你，想你想得快要疯了。你放开我！林建业把他抵在墙上，不由分说的就吻了上去。手电筒的光直接照在了两人身上。不许动！这一切都是林建业设计好的。苏云吓得尖叫一声，赶紧躲在林建业身后。林建业假装慌张的将苏云护在身后。林建业装出一副慌张的样子。我们是对象，我们准备结婚的。准备结婚？那不就是还没结婚吗？你们还没结婚就乱搞男女关系，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惩罚吗？同志，你通融通融，我们打算今天就去领结婚证的。少废话，跟我们走一趟。苏云一听要被带走，彻底崩溃了。不要，我不要去，我求求你们，建业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啊！林建业赶紧跪在地上，抱着带头人的腿。同志，求求你了，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放过我们，我们马上就去领证。他一边说，一边往那人手里塞了一卷钱。行吧，看在你们是初犯，态度也还算诚恳的份上，今天就给你们一个机会。他表情严肃道：“我们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。要是你们敢耍花样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我们今天肯定会领证的，你们消消气，先抽根烟，稍等一会儿。”苏云，他们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洪秀章的人确定他们真的结婚后，教育了他们一番后才离开。林建业看着结婚证，乐呵的搂着苏云亲了一口。老婆，你啥时候搬过来？什么？咱们都结婚了，你不搬过来还要住在娘家呀？可是我们还没办酒，还有200块的彩礼。老婆，咱们家现在有困难，你是知道的。现在咱们已经领证，是一家人了。你帮我跟老丈人丈母娘好好说说，然后收拾行李，我今晚过去接你。林建业说完，乐呵呵的走了。